你们好哈。那两件事提醒哈，三件，就是那个每一张牌的提问都有点不同哈，你可以先去内容里面看。第二件是三个领取好运的爱情祝福都可以听完再选择。那第三件事情是你选完号码之后，记得去留言区把号码留下，做一个强烈的连结。来，那我们先看最左边的第一号牌的领取好运祝福是什么哈？圣杯2。是一个爱情的心电的共鸣的祝福。这张牌象征一场心灵跟心灵之间的真正的对望。圣杯2祝福你与一位灵魂相近的人自然靠近，不需要多余的言语，只需要一眼瞬间，你们就能够感受到彼此的温柔了。这段关系将带来深度的理解跟情感的互相支持，是互补的，是平衡的爱情。宇宙正在悄悄的为你牵连起这段很深刻的连接，只要愿意敞开心房，就能够走进这段柔软又坚定的幸福旅程。好，那第二章是圣杯国王。圣杯国王这边在讲的是爱情的成熟、深情的祝福。这段爱不再只是浪漫的想象，而是一种温柔和温定的温柔跟稳定的守候。圣杯国王祝福你将遇见一位深情深刻、愿意倾听并接住你所有情绪的人。他不会浮夸的给予承诺，却会用时间和安静的行动证明他对你的珍惜。你会感受到他的情感，你也会觉得深深的被理解，然后会有很深刻的安全感。这段爱情如同一座港湾，让你无需也是自己。能够全然的依靠，爱将以最成熟的面貌保护着你。好，再来是恋人牌，爱情的灵魂的契合的祝福。恋人牌是爱情命运中最闪耀的星星之一啦，它祝福你即将踏上一场灵魂跟灵魂真正选择彼此的旅程。这不只是被吸引，而是一种深知，就是这一个人的直觉共鸣。你们将共同做出爱的选择，穿越考验，携手走向更高层次的连接。这段感情是真实、清醒且自由的，你将不再感到孤单，因为它正向你走来，用心灵和行动呼唤你的名字。好，就是这三张牌。那记得选好了，请把号码留到留言区里，做一个更深刻的连接。那选好了，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好，那我们就来到第一张牌的第一题。第一题我们问到说，宇宙会悄悄的引导什么样子的人来靠近你？那我们这边逆位的牌有3张，权杖4者、节制跟金币5，然后正位有圣杯4者。其实我在这边看到这几张牌的时候，我写下的是说，你不知道的东西啦，是在你还没有意识到的地方，宇宙已经悄悄的动手安排了一段关系的靠近。在这里把你们这一段的关系的连结线，在与你某个灵魂之间，就是说已经有一个不错的路径连接起来了。所以这一个人他其实现在你不太需要刻意去寻找啦，然后他也不会出现在你现在心里所列出的标准条件清单里面的那个类型，不会。他甚至可能与你曾经以为自己会喜欢的那一种人截然不同，但你们相遇的时候会发现，你们的灵魂有一种非常深沉的互相需要。首先呢，我们在权杖4者逆位这边看到一个真主牌的开端啦。这里其实象征着那个将被你吸引来的人正经历一段停滞的时期。我觉得他的内在其实还蛮渴望一份冒险的啦，想开始新的关系，想燃起新的激情，想重新相信心里的某种热情，还会有机会去照亮自己跟他人的人生。但是他现在还不太确定该怎么往前走，他可能我觉得他可能刚从一段失望跟挫折、挫败、低谷之中走出来。也有可能是他内在正在这个低谷走出来之后，还在一个摸索自己新方向的一个阶段。他对未来仍然有非常高度的热情跟渴望啦，但是现在处在一个比较多的犹豫当中。他很想接触任何新的人，但是的确是非常害怕受伤。
他的内在其实是一个非常真诚、容易被新的情感跟好的情感点燃自己内在的新的能量的人。但是我从这边看到他现在算是比较退缩的时期啦，所以这也是人性的一面我们要原谅他，我们要包容他那么节制逆位则让我们看到他此刻的灵魂核心状态他目前的能量场其实不算稳定，也许还正在重新学会怎么和其他人互动，而这个互动里面是产生他已经失去的信任感了。他过去的经验可能让他感觉到深刻的连结其实是危险的，太过于靠近可能会被消耗自己，付出会失衡但这张牌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其实他也在转换的阶段，成长转换的阶段。他不会啦，他不会永远停在混乱之中，他正在学会调和的一个路径上面。这个人不是完美的人，其实谁都不是完美的人啦但他会愿意学习，愿意改变，愿意重整自我。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知道如何找到全新的光芒了，所以他的灵魂目前正从极端之中，就那一个低谷所带来的很多的极端的思维之中，努力的寻找平衡这个就是节制牌所带来的力量，而且他仍然在试着恢复对爱情的信任了。所以当圣杯侍者出现在这张牌的中心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他内心仍然保持着某种孩童般的纯真。尽管之前可能经历了非常多的痛苦了，但是他还是愿意相信很多的感动跟真诚能够再一次跑到他心里。他也许不擅长表达，也许还没有他想象中的成熟，但他对一份关系的渴望仍然还是很真实、很踏实的，很实际的。他不会用那种甜言蜜语去迷惑许多人，反而会用一种慢慢的靠近的方式接近他喜欢的人。虽然整个过程里面会带点迟疑，可是他的表达各方面其实是非常诚恳的，然后用这种诚恳的方式慢慢的走进你的世界。我觉得他会被你身上的某种温柔还有你理解他的方式，以及某种很特有的气质，你对他来讲是特有的气质后吸引，所以他对于你的靠近会慢慢的让你感觉到他这个人是安全的，而且你会不小心的让他发现说你很愿意聆听他，所以他也能够发现说你其实跟他相处起来，你并不是那一种会去强迫他逼迫他要去变成什么样子的人的那一种类型啦。所以你自己的那一种稳定跟对于情感的透明的思考，反而会引起他的注意，跟让他逐渐的信任你那么我觉得这里最让人感动的是金币5的逆位啦。因为金币5这里本来是关于一个伤痕各方面的，可是现在却有一种疗愈功能。这个人曾经觉得自己在情感的世界中是被排除的，也许他曾经被人家拒绝，曾经不被理解，曾经在爱里面受过很大的伤了。然而金币5的逆位代表他逐步的在重建重生之中，他现在正走出这些孤独的时刻，开始慢慢的准备好再次走入关系里啦。其实金币5的逆位在这边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能量，所以总结这4张牌所描绘的他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一个曾经经历过感情的伤痕，但还保有善良核心的一个灵魂他觉得核心要保持着善良善意是最重要的。他的个性应该是安静不张狂的，不炫耀的不张扬的，但是他的内在情感应该是非常真实，会比其他人更诚实。然后他的相处应该会比较慢热想事情会比较犹豫，然后很多的冲击很多的改变他都需要时间去调整，都比别人再慢一些。但是当他开始接近你的时候，他一旦开始相信你他会是一个非常愿意100%去照顾，非常愿意跟你一起成长的人啦。那么这边看得出来，你这边的能量各种正能量的环境也正在吸引像他这样子的人，表示你们的很多东西是一样的，所以你的优点应该在他身上也会展现出来。那尤其你现在应该有可能开始转变为不再只是寻找表面的热闹跟浪漫了，而是希望来到你身边的人是真正的能产生共鸣，能够真正的互相理解，能够互相的感受到高度的安心
你希望等待的是这样子的灵魂，所以这样子的人啊，这样子的他，不需要各种条件上的完美，他只要他的走路的步伐稳健，对外来的想法非常坚定，那么他的靠近就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温柔温和，那你会感受到他的心正在一步一步的为你打开。所以这组塔罗牌也传达了一个讯息啦，就你不太需要改变自己去吸引谁，你只需要继续成为你自己，然后慢慢的成为一个学会稳定情绪、愿意倾听，然后温柔坚定的你。所以当你的心保持比较大的开阔的敞开的方式的时候，这个人其实早就被宇宙引导着一点一滴的走向你。那你的心如果保持着更加的敞开的话，那这个引导的力量跟力道就会加强。那从这边看得出来，他是应该从平淡的生活里面慢慢的进入你的世界里，他不会像电影情节那样突然出现了，但他会出现在你愿意停下来感觉的时刻，你愿意真心相处的那种心意的时候，你翻出的能量场就把它吸引过来。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说，他可能在你周边徘徊，也已经注意到你了，只是他在找一种更舒适的方式出现在你面前，慢慢的靠近你，可能已经是初期的朋友，或是将要认识的朋友。所以这就是宇宙现在安排的事情啦，一段能够让你感觉到互相理解，你将要被理解的一份爱情。它绝对不是炫目耀眼的那一种大火焰，而是一盏慢慢点燃的一种小手上提灯的引路灯，小灯火，它会慢慢的照亮你们两个人交汇的道路和未来要行走的那一个艰难的道路，两个人并肩往前行。所以这段爱情，我觉得在这4张牌来说，它没有要急着让你感觉到爱情出现的状况是非常让人惊艳的，而是他想要让你感觉到爱情出现的时候，其实连带着非常高度的放心、安心、安全感。那现在的你在他出现之前，你可以放心去等，放心去感受他的靠近，放心去什么？去相信爱正在往你这边走来。因为呢，他是真的已经感受到两边的对齐，而缓缓的靠近之中，4张牌所带来的讯息。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2题。第2题我这边给的提问直接问了，它何时会出现？所以这边没有逆位，权杖9、圣杯6、隐者、圣杯7。我大概看了这几张牌的时候，感觉到说跟你有一些共振，跟选择这个牌的朋友有一些共振，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时候会这样想，我是不是已经错过这个人了？是不是我一直在等的那个人早就从我的身边路过，却没有任何声音？所以这样的感觉就像在月亮底下握着一封没有人寄出的信，很暗淡、很深沉、很激进，然后时间久了，连你自己都开始怀疑，那一个没有寄出的信是不是只是你梦里才会出现的情境，只会在梦里出现的爱情，现实生活中不太出现。所以这一题在第2题的4张牌，其实我在觉得牌面想要跟你温柔的说，它还没有出现，没错，但是它真的会来，这不是梦，只是还在路上。我觉得这4张牌之间像一首从过去飘向未来的一个旋律啦，有点轻轻的飘荡，有点小小的感伤，但是很美妙，有一些过往的记忆的想念，但是很深沉。那我觉得在牌的最深处有藏着一个准备绽放的时刻，所以我们来看看这4张牌怎么说。首先权杖9，权杖9其实算是一个小小的警惕牌、警戒牌，它在提示说曾经的伤痕还在提醒自己不要受伤。权杖9就是这个意思啦，所以他才会在午夜产生那么高度的烦恼，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所以这张牌就像你内在的能量，站着一道隐形的墙，有一个你站在一个隐形的墙的旁边的后面，偷看这个世界，半信半疑的观察这个世界。有时候你对爱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还是忍不住想要提醒自己说要小心一点，不要太快投入，因为过去的经验。失恋的、失落的、不成功的暗恋，
或是那个关系停滞不前，或是相遇了却错过的人，还有一些说不出口的告白表白。其实这也在说其实你不是没有内心的感情，而是太有感情，所以才变得每一步都小心翼翼。那权杖9这一张牌是说啦，我准备好了，但是我还不太确定。所以这张牌不会阻挡爱情，但它会让人对爱情多一道审核跟检视，是为了多一层对自我的保护。然后每一次错过前，很频繁的回头确认只是在确认自己的安全感跟爱情真的来了吗？也因此这段爱情会来得稍慢一点啦，因为宇宙不会在你没有安全感的时候硬塞一场恋爱给你。记得这边说，宇宙不会在你没有安全感的时候硬塞一场恋爱给你，而是会等你真的松开戒备，微笑着放下过去，然后重新打开心房去迎接的时候，爱情就会流入到你的身边生活里面了。所以它何时会来？我觉得权杖9在讲的是，当你开始不再觉得爱是一种有风险的事，爱是一种冒险，你不再觉得是这个的时候，然后开始认为爱其实是一种机会，心理的概念是这样子的时候，那它基本上会出现。因为爱不是一种突袭你的突然的，而是一种对于你内在所渴求的安全感的高度回应啦。能量好的时候就会遇到能量好的人，记得。那么圣杯6的时候，这边讲的是某种记忆啦，时间会带它来，会把它带来，就像记忆慢慢的飘回自己的心里，突然想起一件事，他是用这个方法让它靠近你的。所以这张牌很美，美得像一首歌，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一种两个人的相认。它有的时候是一种童年的，是怀旧的，是过去的温柔的一种记忆的被唤醒。但是在爱情的恋爱的讯息里面，它常常被代表的是灵魂的熟悉感再次回来，会有一种这份熟悉感带来了命中注定的重逢的概念。虽然各方面都看起来不相似，可是那一个熟悉感却很强大，就会变成说，虽然你还没有认识他，但当他出现在你的生命中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好像早就认识他了，这个人有种熟悉的感觉，然后会想起我们是不是在某个前世的转角擦身过，可是却没有真正的在一起过。我觉得圣杯6就是带来了这种灵魂的记忆的唤醒啦。你们的故事应该在圣杯6的概念里不是第一次发生，它有可能是序章，它有可能是把之前的错过给补齐。所以这张牌的时间讯息是，它会出现在你重新找回自己的柔软自己的感性的那一个重要的时刻进入，因为那个是我们两个人都非常对齐。如果你仍然怀疑爱情，对爱情有所防御，那这一个时刻可能就很难让你们两个看到彼此了。所以记得你要开始不再怀疑爱情，要开始怀念，开始想象，开始准备好说，我愿意再试一次。当你真心感受到这句话的时候，宇宙就会帮你打开那一道新的爱情之门。所以也许你是在听一首歌，经过一个老地方，忽然想起了以前某个人对你的好的方式，都有可能是一种呼唤，召唤那个人，召唤新的人，召唤那个灵魂可能跟你相望的人、相遇的人、相认的人。记得要把那个愿意打开、相信未来的能量展开来，它才会像是向天空射一道光，把它指引过来。那么隐者牌，我们这边看到了某种土能量所带来的缓慢等待，但是这缓慢等待其实在讲的是可以走得更深啦。所以这张特别的牌，其实它象征了内在的一个静默，还有自我的探索。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探索自我的旅程。所以当我们问他什么时候会出现，抽到隐者牌的话，宇宙它其实不是在说现在不会，它不是这样回答你，而是在说你会知道的，只要你愿意再走进自己一点，你就会知道他现在在哪，他什么时候会出现。主要还是因为当我们对自我的认识更深层的时候，就像是对宇宙发出一道很明确的光，而指引他
他往这里走。如果你对自己的认知探究都不太清晰，就无法射出清晰的光指引他的到来了。所以他会出现哪个时间点，我想不是你最热闹最奔波或是最想恋爱的时候，应该一定是你觉得与你自己相处独处的时候，达到非常高度的自在的时候，那一份魅力跟吸引力就会跑出来了。所以你会因为很长的一整段的静静安安静静的日子而感觉到发慌，但是你会开始听见自己真正内在的声音，然后有可能不再只追求被陪伴，而是开始会问宇宙，问朋友说，讨论说，或是问自己说，我真正渴望的是什么样子的人？开始有了这个新的提问跟对话，然后会再问下去说，我希望我们会一起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呢？等到你到了这个时刻的时候，宇宙就会安排他进入新的门来跟你遇见，因为你终究不再只是要谈恋爱啦，跟一个人谈恋爱，而是准备好走入新的关系、新的人生、新的拼装，两个人的重叠。所以你要让这份相信改变你，然后让这些对未来有信任的步伐，展开一个生命的新的旅途，不要拘泥在以前的事。所以隐者的灯照亮的不只是未来的恋人的到来，它也是一种能看清楚彼此灵魂光芒的一种更强大的能量。所以这个人的靠近在这边看出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会在你们两个都共同成长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在那高塔里面两两相望，知道爬了这么高就是为了看到这个人，那个这就是对齐跟视野对了的一个状况。那么圣杯七，这边讲的是某种很澎湃的梦境，所以当它非常靠近的时候，有可能会美轮美奂的像梦一样不真实。其实这张牌本来就是讲梦嘛，所以它代表了某种选择、幻想、可能性这些东西啦，也代表你会觉得它好像不是真的会来。这就是圣杯七讲的。但是你要记得，我在这边写下的句子是说，你会觉得它好像不是真的会来，重点在于你会觉得。可是你会觉得跟事实的发生相关吗？ No， 它会来就会来，你不觉得跟你会觉得都一样，它就是会靠近。所以当它靠近的时候，可能你无法预期是什么时候，也可能会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以为它就只能跟你做朋友，也可能你原本以为不太可能会发展出什么新的路线、新的对象，你都会这样子，比较沮丧的，你会有点不敢相信，在他出现的时候，他确实会在你出现的时候，你会对自己心里讲一句话，就是这真的是我在等的人吗？然后也有可能在心里说，原来他就是我心里常常梦见的那一个人。因为这些幻觉都是圣杯七给的，可是他在提示什么？他终究会过来。所以不要被这么多的幻觉幻想来击垮自己，让自己不相信现实，只期待爱里面的遇见，梦里面的遇见，只期待梦里面的遇见。其实这段爱情不会以太戏剧的方式出现了，它其实就是在梦境里面慢慢的清醒，慢慢的你会越来越相信它，越来越张开眼睛去迎接它所带来的现实生活，就是具体的它的出现。所以它会脱离圣杯七所带来的梦境，会越来越清楚的显现在你面前。所以你在遇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就是我在等的人吗？是啊，而且它还具体化了。所以这张牌明确说了一个重点啦，宇宙给你的不会是唯一的一种选择，其实你会有很多机会，很有可能，只是你必须学会看到它而选择。也就是说，宇宙可能会给你好几个类似的能量的人靠近你，可是你要先被他们看到，而反过来的看到你自己真心需要的那一个人。所以你要准备好，准备让自己从那一个梦境里面清晰的活起来。所以很多时候啦，你必须让你对爱情的自由意志延伸的更有弹性出去一点啦。不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觉得所有的安排都是有剧本的，应该要觉得说，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恋人的到来，都是因为你内在
的心去召唤呼喊来的，你的心啊灵魂呼喊召唤来的。所以你要准备的是什么？你内在的品质啦，你的能量、灵魂各种状态，不要太沮丧，不要太悲伤，要更乐观打开心房的去创造更多的爱情之门。这本剧本会随着你的心意不断的改变。这就是圣杯七的正反两面的一个状况了。它有一些引诱，跟有一些启悟，但它也在着重在你个人内在的意念的强大，可以改变现实。所以总结这一段我觉得这4张牌讲的是他这个人的出现会在宇宙的衡量之中，发现你已经准备好了要去相信爱情将到，爱情将靠近，你已经准备好去相信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了。所以这4张牌很难用具体的月份跟季节来回答你说它什么时候会来啦，而是用一种灵魂的时区来回答你说它的出现取决于你内在的感受成熟到哪里了。这个意思讲得很深，可是我要说的是2个人的对齐是因为2个人的完成度互相匹敌才能够笔直的对齐，也就是说你们2个在可以看到彼此的时间点都成熟都完整到那个程度了，才能看到彼此。也许现在他已经在你的生活里，可是那一个完成度不够，再怎么出现都感受不到。所以这里在讲的是好像只在提醒你说你现在只差相信爱情会到来，你也许在等待，你也许常常来看，可是你内在其实没有那么相信。这边在提示你要很相信。所以这4张牌有一些小提示了。权杖9在讲说，记得这份相信里面有你不再恐惧爱。然后圣杯6这边告诉你说，你要相信你过往的经验有为你带来爱情里面所需要的柔软跟温柔，还在你将会用到。那隐者牌在告诉你说，在这份爱情来之前，你可以开始先安静的跟自己对话，不要打乱自己的能量场，安安静静的稳定下来，让他更能够看到你，更清晰的把能量传达出去，让他很明确的知道你在哪。那圣杯7在讲说，在这份强大的迷雾幻觉里面，要学会清楚的辨识自己真正的价值以及渴望。你渴望看到谁都可以，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自己个人的价值。很多的挫败譬如说我失恋了，然后就责备自己，觉得自己很无能。没有，失恋了被抛弃的时候，你要跟自己说，我被抛弃了，但是我相信我还值得被爱。我被分手了，但是我相信仍然有人愿意爱我，因为我很值得。你要在这个圣杯7的迷雾里面清楚辨识自己的价值，不要跑回去以前那种痛苦的轮回。你要在轮回里面成为更成长的自己，相信自己的价值会在各种挫败里面战胜，站起来，成为新的自己，这样就好了。所以呢，这4张牌的这些能量凑齐，这些条件凑齐之后，它会出现在你最真实稳定相信爱情一定会出现的那一种能量里面，然后把这些东西融合在你的生活里，过得快乐自在乐观进去，觉得无论我做什么都在提升我个人的价值，好的爱情也会随之而来。所以你们的时间线在这边看起来其实已经交汇了啦，我觉得只是你们还没有发现，它也不太算是慢慢的走向你的这个路上，而是就在附近徘徊。现在就差你们的能量各方面内在的信仰相信是不是更够亲民够笃定，才会对天空发出一道光，告诉对方说我就在这里。所以现在的你只需要做好一件事，非常简单，你应该会很意外。这边在说，你只要好好的过你想要的日子，让他过得有品质，让他过得身心灵各方面的品质内在结构都比以前更加的提升就可以了。因为它会在哪里出现，我觉得它应该会出现在你非常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非常高的时候，就会悄悄的走进你的生活里面了。因为它被吸引了，它在不知不觉被这样子的能量吸引进来。好，来第三题这边提问是说，在还没有相遇之前你和他的灵魂能量互动现在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啦？所以塔牌跟圣杯皇后是逆位然后接下来是愚人跟圣杯10。
这几张牌我摊开来看完，我还翻了一些小牌之后，我发现有一些心灵的状况的一个陈述。这边在对你提问说，你有没有曾经想过，在你还没有遇见那个人之前，灵魂其实已经偷偷的跟他见过面了。他讲的不是说在现实的一个咖啡店啊，或是店里，也不是在转角的转弯处的遇见，而是在你夜里不经意的为了难过的事情流下泪的那一刻的时候，或是在你听见一首以前的歌、新的歌都 OK， 你会突然觉得好像有个人听懂我，就是这种瞬间。这个瞬间，你原本以为自己只是孤单的，但其实有另外一个灵魂正在默默的跟你做出一些回应。所以你心里才会有一种新的讯息，是说一定有人懂我现在流下泪的这一刻，一定有人懂我现在难过的这一个瞬间。所以接下来这4张牌要跟你一起描绘出你和他的灵魂在相遇之前那一个隔着时空象限，然后已经互相呐喊召唤的那种状态，有一点点像是天上的星星啦，在为彼此发光一样啦。或是你在梦里曾经有灵光一现，好像谈了个什么恋爱，看到了什么人，可是其实在梦里明明确确的知道这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可是这个人在梦里却住进了你的心里好一阵子。那我们看到第一张牌塔牌的逆位，这边塔牌的火元素本来是象征一种现状的突变，然后也可能代表一种灵魂的重新塑造啦。所以在这一张灵魂重建中的概念里面，它在正位的时候，塔牌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灾难，是宇宙拆毁不适合的东西，为你拆毁不适合的东西。但是它在逆位的时候，讯息就变得比较微妙了，它变得不只是摧毁，而是静静的在瓦解。是你和那一个人可能正在经历人生中一种无声无息的崩解了。也许是他正在告别一段旧有的关系，或是离开一个新的工作，离开一个旧的工作，或是正摆脱或是疗愈一些童年所带来的阴影。但也有可能是你正在一点一滴放下那个已经不再适合在爱情里面的自己，也算是要重新建造，必须要先崩解。所以我在讲的是说，这里意味着你们的灵魂在某一种往下的状态里面，其实对齐互动中，然后正在往上，即将进入一个即将开始而尚未完成的一个重生的状况。这里的塔牌可能在讲，你们已经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中对齐了。其实以现在这个状况来讲，你们还蛮有机会看到彼此的，可是因为专注力都在自己身上，所以没有发现。那么以现状来说，你们彼此都有可能在疗愈中，你们被时间隔开了，然后灵魂有在相望了，但是呼喊的能量没有出去，没有听到。所以目前看起来在塔牌的意义之中，他在讲的是说，你们在各自的空间之中，正在学习和拆解对于过往的很多的错误的信念，然后正在慢慢的松开对于过往的执着。所以你们这种灵魂的内在的互动，它不太像是一种浪漫的电影情节，或是一种粉红泡泡的一种激情了，而是灵魂已经互相为彼此预留了未来要遇见的那一种能量。似乎灵魂的呼喊本身这一个动作，就是相信远方有个听得到自己的人，所以才会呼喊着。那以灵魂的角度来说，是有对于未来的相遇是有一种高度的期待感，只是我们的身体没跟上。所以在塔牌逆位的能量之中，灵魂在说啦，我还在努力变成一个值得爱与能够给予爱的人，要等一下。这是你们两个灵魂在互相呼喊的时候，空中的时候所使用的句子，等我一下。所以第二张牌愚人牌，愚人牌本身就象征一种自由与冒险的灵魂啦。所以愚人牌是这段灵魂互动中最纯净、最自由、最无所畏惧的一个部分。所以当你的心偶尔
会突然想象未来的那个人是谁，想象哈。所以，当你对一段未知的恋情感到既期待又陌生的时候，那都是你的灵魂正在与他的灵魂试着对话，试着对话。就像我刚刚讲的前面的一个呼喊哈。那愚人牌啦，本来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灵魂的吸引啦，因为它是一个往前进新世界冒险的一个起步状态，所以它一定灵魂相信往前去，因为那里有人在呼喊它。愚人牌在暗示了这个动机是存在的，吸引也是存在的。于是你们未曾见过面，但是灵魂的频率里面，因为愚人牌已经有在交换某种空中的字眼，相信这份冒险是势在必行的，然后彼此已经交换过无数个梦境里的呼喊。所以这张牌是说你们的灵魂你和他的灵魂蛮像是我要怎么形容？我觉得蛮像是去坐飞机，去做高空跳伞这样。好，两个人都跳入了云端然后正在空中天际中飞向不同的云层，然后又飞向相同的云层，然后却不知去向的散开来。可是心里又隐约的知道，因为愚人牌带来的自由跟冒险感，心里又隐约的知道我们终将会相遇，无论是在梦里还是现实生活里。所以你们的灵魂的互动，在愚人牌的一个深刻的暗示是说，你们的相遇并不是一个沉重的命题啦，命运课题，而是一种轻盈的、静悄悄的，像这个跳伞一样的召唤。好像彼此在传达，灵魂在传达一个讯息，是说我还没见过你，但是我的意愿、我的脚步、我的灵魂已经开始在往你那个方向走去，互相的。所以这一张愚人牌也在提醒你，在还没有相遇之前，记得保持更开放的心灵，保持更自由的移动，保持相信能爱与给予爱。不要被自己关注，相信自己是一个自由的灵魂，这个状态往上升，这样你们就会找到彼此了，因为很亮，灵魂会很亮。再来第三张牌是圣杯皇后的逆位，这边其实它在象征一种情感的流动，还有一个内在的敏感性有多高啦。所以这张牌说出了你和他灵魂互动中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卡关。圣杯皇后本来就是一个柔软、最有爱、最能够感受到他人情绪的一张牌，但是他在逆位的时候，表示现在的你或者他情绪可能还不够稳定，内心应该还是有很多的过度防卫、过度防备，会怀疑爱情，会怀疑自己不能被爱，然后不愿意自己再像之前一样那样的释出或是被看透。在灵魂的层面上，你们的能量也因此在这个负面的走向里面，仍然彼此牵引啦，仍然彼此对齐啦。所以我时常说，正负能量都 OK， 你们两个只要到达同一个基准点，都会看到彼此。所以即便在这个负能量的干扰之下，其实你们两个好像正在牵引中，逐渐的拨开迷雾，发现彼此在对齐。即便现在的情绪仍然混乱，但这其实就是一种想靠近又怕受伤害的一个状态啦。好，那更开阔一下，更乐观进取，更正能量一下就 OK 了。所以你们的两个灵魂搭配了这样一路三张牌，看来灵魂有在宇宙跟天空发出邀请，就跟我刚前面讲的召唤是一样的意思。然后仍然在说同样的一句话，就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再等一下。好，我还没有准备打开好我的内心，但是我有要去打开。所以这一题在讲的是一个水能量的课题啦，是情绪上的课题啦，是情绪上的波动啦，是过往情绪上跟经验上留下来的什么余温跟余震啦。不过请你放心毕竟是圣杯皇后嘛，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宇宙传出去要拒绝相遇的讯号。其实他只是在告诉宇宙跟告诉彼此说，我现在还在保护自己的状态，我慢慢的就会走出来了。所以灵魂的能量在这里蛮像是一种深海里面的对话啦，无声无息的在进行。所以你在某天在夜里、午夜里的那种悲伤或是突如其来的一种情绪的起伏，可能在你散步的时候都有可能。那你要相信，这都有可能，你们在同一个时间，灵魂正处在同样的状态而产生的共鸣，然后在空气中、宇宙中、能量中正在回应，只是肉体没发现，要这样相信。
那你们在灵魂的互动里面，我觉得灵魂先行与你们的肉体已经开始在学习理解彼此了，尽管你们现在还没有认识自己。那这里在暗示什么？你们遇见的时候会发现熟悉感就会跑出来。那么第4张牌圣杯十，当然这边一般都是在象征圆满啦，跟一些情感的共融啊，还有一些未来的愿景啦。很动容的一张牌，而且它还没逆位，所以在圣杯十里面，我们看到一张完整的爱情的图像，其中包含了一种灵魂的契合啊，你们彼此内在的喜悦，最重要的是愿望的实现。那它其实算是一个剧透的结果。他在讲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会发现你就是我就是你一直在等的那个人。我就是你一直在等的那个人，你就是我一直在等的那个人。他其实圣杯十就在讲，反复讲这个句子。所以圣杯十表示说，你跟他的灵魂，即使现在还没有见到面，但已经往圆满的境地、领地、沃土慢慢的走过去了。你们的能量互动是一种内在高度的渴望，去创造共同的未来的灵性的连结，而准备，而开启步伐。你们内在能量有这个高度的渴望，被圣杯十所揭示出来了。所以这张牌是在对你说，你等待的爱啦，虽然你看不到，肉体感受不到，但它不是虚构的，因为灵魂比你早知道，灵魂比你早确定。那么，而这张牌也是整个4元素里面最终统合起来最接近幸福愿景的一张牌，也就代表说这段爱基本上你以为你们遇到的时候是一种邂逅，是一种意外的遇见，可是圣杯十跟前面圣杯皇后这些牌我都看到了，他在说其实你们的灵魂早就已经在默默的在空中跟宇宙中在交谈了，只是还不知道如何牵引你的肉体靠近最接近的地方。但是他们能对话，就表示不远，没有太远。好，那这边第3个提问做一个小总结。其实这里在讲说你们能量的一些频率啦，早就已经启动了，比我们翻开牌之前就已经启动了。你们还没遇见，很正常，因为在某个维度里面已经召唤彼此很久了。那回忆一下你在梦里常常梦见的爱情故事，那一个人，他绝对是一个陌生的脸孔，但是爱情的状况很类似，心跳加速的感觉很类似。然后你总是在某些歌里面会掉下眼泪。那他可能也在暗示着你们2个人都在努力从过往的悲伤之中走出来，这算是某种很奇妙的象限里面的对齐。因为它会让你以为这些都只是你的情绪，可是在你们的灵魂之间，这就是一个无声无息的对话了。其实你们时常共同悲伤，共同感受到一些孤独感。也许你们就在一条街之内共同感受到相同的情绪，那一个空气中的共感有连结，但不知道是谁。那这4张牌，塔牌已经揭示了你们正在拆除旧的自己，正在重建新的自己，然后灵魂已经比你们更快的走到新的约定的对话里面了，所以正在努力的牵引你们的相遇。那愚人牌在讲说，灵魂已经开始冒险，已经不断的在宇宙召唤彼此前来，所以记得要让自己更开阔、更自由的去探索，很重要，因为你们的灵魂已经在努力把你们往新的境界拉过去了。那圣杯皇后在讲说，情感过程里面本来就会有那一种胆怯跟自我守护了，但别担心，好的能量、好的情绪能量仍然会跑回来，仍然会注入在你心里。这些胆怯跟自我防卫，慢慢的就会弱化，别担心。那圣杯十在讲说，你们的未来相遇已经有明确的愿景，只是你们还在走的路上，还在靠近的路上，不急。因为你们2个正在走在一条看不见的桥啊、路啊、路径，森林里的路径、河边都 OK， 是时间现在需要你们先疗愈、先成长，是时间
先让你们等待。所以在还没有真正看到对方之前呢，其实你们的灵魂早就已经知道彼此在哪里了啦，就差你自己的脑子跟你的肉体的相信。所以不要太过悲伤，因为很多乐观的讯息都已经出现了，所以请你继续走下去。灵魂在你之前已经走向你未来将走到的远方，你要慢慢的跟上去，这样就可以了。好，那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内容，希望你得到一些收获。那谢谢你来听很长，非常感谢你，祝福你哦。来，我们来从选择第2号牌的第1题开始。第1题，我的提问是：它会在我生活里什么样子的空间时空出现？然后宝剑9正义牌，宝剑2，然后宝剑10是逆位。其实我在看这张牌的时候，它这边散发出一种气息，它想要问你，牌面上想要问你，你有没有过一种感觉啦？当你在房间里面的时候，安静的整理你的房间的一些小东西、小细节的那一个片刻，或是你在雨中一个人散步，慢慢走回家的路上，又或者你在图书馆翻阅一些自己喜欢的文件啊、书本啊、旧书啊，或是读自己的书。这些一个独自的空间里面，有一种某种无形的气场，慢慢的渲染整个空间。它让你整个空间的气息、空气都变得很轻，好像这个空气中藏着风里面的精灵，或是一些小小的低语，在偷偷告诉你说，你有一些故事的篇章还没有写完，你有一些故事的篇章还在空白的页面等你走去把它演绎出来。所以这一题我们就是要探索这些。我们在发现说，你也许还没有认出他来啦，但是你们也许还没有对话，然后也还没有找到他靠近的理由，但是他似乎已经出现在你生活的角落了。所以我们看到宝剑9，宝剑9本质上是一个在非常夜晚里面一个辗转难免的一个时刻了，所以脑海里会让你非常停止思考的一张牌。它其实就是一个人静静的，然后被回忆、被未完成的很多的情绪所包围。但是在这里，这张牌并不是只是描绘你的心情，而是帮你打开一种感应空间的钥匙，因为你的思绪开始打开了。你最可能遇到它与它重叠频率的地方，是那些很安静、没有太多其他人的声音。它可以让你非常停下来，安静下来，对自己的内在对话的那个空间，就像我刚刚讲的那几个地方。所以像去书店啊，你最爱的一些书本区啊、文学区啊，比较静态的讨论一些比较内在情绪的当代思潮的位置，或者是咖啡厅比较靠边窗的角落，或是在校园里啊，你会走一些比较少人走的一些小路回家，或是在晚上回家坐公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公车上就大概只有1-2个人，然后你会独自坐在比较边边的角落，在这些没有人打扰的场域里面，你的能量是最真实的、最裸露的，而那个时候你所散发的频率啊，最容易与另外一个跟你差不多在觉醒等级上的那个人连接。这是宝剑9要讲的。那正义牌呢，它本质上是一个很冷静理性啦，能够明辨是非的牌，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它也有一些系统性的，有一些编织按部就班的东西有关。所以它这边它在暗示说，它应该会出现在一些有秩序啊、有规则啊、有重要角色的一些场域里。也可能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实习的地方，也可能是你需要决定某些重要的事情的会议里签署某些合同啊、约定啊的一个重要的，就是开会里面了。所以，所以它的出现，我在这边看到，我觉得它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那一种，而是刚好跟你的立场可能有点相左的人，然后却又让你无法忽视的人。你可能是一个问问题的人，而是他是答题的人。你可能是去请求一些工作需求的人，而是他是能够帮你的人。然后你跟他认识的时候，因为是正义牌这边嘛，正义牌在诠释者，你会意外的发现，这个跟你内在心里能对话的人，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可以跟你这么不一样？
他的工作、他的背景、他的样子跟你的期待高分跟你这么不一样，可是你跟他的对话里面又觉得有一种内在心灵准备要打开对话到另外一个层次的感觉，好像那些表面都无法阻止你们啦。因为我们正一排嘛，前面还有一个宝剑九，它其实有两个角度在证明你们两个对话的时候，其实是用两条连接线去连接你们两个人的互相的吸引力，会忽视掉外在的，内在的东西会连接的比较快。那我再看一下宝剑二的部分，因为宝剑二它本身就是一种不愿意做选择的某种等待的牌啦，所以这张牌的那一种不确定性和静止的象征，也是在某一种潜在的选择跟能量的交汇点上面，就是它内在需要好好的思维，好好的思维什么时候才要做决定的那一个，所以它可能会出现在你犹豫啊、观望啊、等待啊，或是重新整理人生的一些时刻，可能是你，我觉得宝剑二有一个很奇妙的讯息，它可能会出现在你临时不想参加的聚会里，就是有些聚会原本你要去，但是临时不想参加，就你会在别处遇到它，或是学校某一些讲座，或是工作上某一些讲座，你不想待下来，可是因为朋友或其他人的原因，你勉强自己待下来了，那或是有一些原本大家邀约的一个活动、社团活动或是聚会。你原本不打算去的，可是被其他人拉着去，结果你就去了。所以他会在这些微妙的改变里面，不小心的从生活里面窜出来。这就是宝剑二在讲的，它仿佛会出现在一个你不愿意做选择的时空里面出现。那再回到正一牌这边讲说，它会出现在一个你想象不到的另外一个世界的样貌里面出现。所以你看，这整个连续下来，他说在提示一件事情，他好像在一个你逆着走的方向里面才会跑出来。所以宝剑二在告诉你啦，不要忽略那些你原本觉得只是刚好的场景，就是没有什么惊喜，然后处在一种中间值，要去不去都 OK 的那一种，不用特别一定要去决定，你可以任由着整个能量的移动摆动。让你去到哪去到哪朋友说要去，你不想去，好吧，那还是去吧。本来很想待在这里，可是别人说他们要离开了，要偷跑了啊，你就本来也想说没差，那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去好了。他会在这样子的一种你内在比较平静，可是顺着整个能量的流动的时候，进入了宇宙最安静的流动里。然后在这个安静的流动里呢，反而会送来很多意外的惊喜。好，那再来我们看到宝剑十的逆位他正位的时候讲一个结束啊、崩溃、无法承受但是他逆位的时候反而呈现了什么？一种重生。记得宝剑十，它本来后面有一个海洋，我们一直不断的提醒你，后面是海洋，不要被前面的那10把刀吓到了，10把剑吓到了他这边在告诉你说，我会在哪里遇见他？答案是，当你正走出过去的分界线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愿意重新开始走到线的另外一端的时候。那它就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所以它有可能哪些情况？就是你可能搬到新的地方的第一周，或是刚结束一段朋友的友情或是恋情一段时候，然后整个心理在进入全新的状况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还有，你可能觉得这工作不好，你要离职，鼓起勇气离开就职场的时候就出现了。他这边宝剑十在讲说，你进入了一个断舍离的状况，而且这个是有效果的断舍离的状况，然后会让你直接进入到某个未知的地点跟空间。这个未知的地点空间定义什么？定义你重新站起来的位置。只要你进入了这个状况，那它就很有可能从这样子的新的位置进入到你的生活里。这边也在讲了一件事，所以这4张牌传达出一个共同讯息。它会出现在什么时候？你最不伪装的生活场域里，很自己，很随着大家走，很没有自己的意见，然后摆脱旧的事情，进入新的位置。应该我要修正一下，不是说很没有自己的意见，而是说很自在的随着其他人的决定，
成为自己的决定走，很自在的。然后后来就是你发现你跟过去新旧之间有一个分界线，然后你进入了新的领域。可是新的领域有很多的未知，你不害怕，可是你进去了，它都会在这些线索里面跑出来。所以它的出现其实是看起来像是没有预测的，可是在这几张牌告诉你说有，还是有一个决定点去引爆它，所以它不会有一种预先可知的狂欢，或是预先可知的一个浪漫情节，只有你自己知道，只有你的呼吸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它就会被你这种很自在的、很真实的、很不伪装的能量吸引过来。好，所以这边的这么多的风能量，其实代表什么？一些思想，空气中有一些思想、有一些意念、有一些沟通、有一些讯息、有一些逻辑，正在悄悄的跟它吻合。所以你吸引到的不是你们两个人外在的吸引，也不是整个内在的心跳的节奏频率吸引，而是靠思想的同步、价值观的默契。因为他想要追求的就是那一种，他喜欢的就是那种不伪装自己、最真实自己的那个人。而你刚好进入到这个完全体的状况的时候，他的直觉、他的内在灵魂就会引导他，告诉他说：“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个人。”他会被这整个能量所吸引。所以啦，如果你最近已经走入这个状况的时候，其实你跟他已经差不多走到差不多能量差不多的一个路径上，一个河岸边的一个船上了，都一样那个方向，只是你们现在可能还处在一个平行的状况，还没有转头看到彼此，所以现在不需要刻意去寻找啦。你只要继续做你的事，记得自在，顺着决定。不强迫自己，不硬凹所有的现况，自在的去，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去哪里待着安静的地方就去哪里，想要不想去的活动就去，犹豫一下要不要去的一些聚会就去，不需要那么的觉得一定要有什么才去，就再更自然一点，随波逐流一点吧，随着空气走吧，随着大家的集体意识走吧，不要太费力，也不要太张望的去看它在哪里，你只要让自己参与各个大家的活动，或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都能够安静的发现，无论旁边有没有人，你都能跟自己共处。你有这样子的能量的时候，你的那个吸引力就会散发出来，他就会看到你，所以他会在生活的某个非常平凡的角落转角，轻轻的靠近你，可能是一个陌生人，可能是一个巧遇，可能是一个特别的事件，让你们对到话。好，那我们来到第二题。第二题，我问的是说，它出现之前我需要准备什么？你需要准备什么？权杖七是逆位啦，其他就死神、金币皇后跟倒吊人。这4张我写下的一个重点是，想要跟你说，其实在每一段命定的爱情降临之前，宇宙都在默默观察你一件事情，就是你准备好了吗？其实不是说你准备的有多棒的外在去迎接，让自己更有魅力，或是更聪明、更有学识、读更多书，而是在说你内在的有一个空间，是否已经有预留一个空间，可以真正的容纳一段深刻的关系啦，这才是重点。所以接下来第二个阶段的思考是，你是否愿意为了爱放下一些不再合适的信念？你原本以为的信念，可是在这份爱里面不合适的时候，你愿意放下吗？还有，你是否愿意让宇宙从你还不懂的地方跟空间，把爱的能量慢慢的引导进来？这句话的意思，我写下的时候，其实是在告诉你说，未知的领域，也许就是爱能够串接进来的一个重要的位置。如果那些未知的位置你没有去触碰，你等于是固步自封的设限了自己能够接受爱的范围啦。那么接下来这4张牌，我们要探讨的是，当未来的恋情出现在你家门口的时候，是否已经指引你和他成为对的恋人？那你真的要准备任何东西吗？我们来看一下从权杖七开始，权杖七是逆位它原本的火元素象征战斗、坚持，还有一些权衡、进与退啦。所以基本上权杖七我们会把它设定成是一种防备的牌。但是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不是不想恋爱啦，而是不知道怎么卸下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而筑起的那一个围墙。所以这张牌的逆位显示，你可能
习惯了把情感藏在自己的坚强里面，或是你曾经受过的伤，让你对亲密的关系、人与人的近距离保持了一个很久的固定距离，也就是不会靠那么近。那在它出现之前，你最需要准备的就是学会放下不必要的防卫跟战斗姿态。这是权杖七逆位在讲的哈，因为如果不出权杖七，讲的会是别的事情。可是出了权杖七，它就是要告诉你说，学会放下不必要的防卫，跟你原有的战斗姿态。你不必在爱情里武装自己，你不必觉得你要武装自己才值得被爱，也不需要把自己逼得一定要完美无瑕才要出场。才值得进到一段关系里。我觉得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在你卸下盔甲的时候离开，反而会在那一刻真正的拥抱你，想拥抱你，保护你，保护那个最真实的你。所以这也是火元素在这边给的一个启示啦。真正的力量是选择什么时候不战斗，选择什么时候让自己的温柔释出给予。所以你可以开始练习的是，就是第一，不需要急着解释自己的所有行为。好，第二，当有人靠近的时候，不要设防，不要预设对方会伤害你。好，然后第三，给自己一些空间，学习什么被照顾，而不是永远都主动的想要照顾他、关心他。这就是你卸下防备的几件初步的事情。好，那第二张牌死神牌，它讲的就是一个转换跟重生啦。所以我们要从转换跟重生里面看到说，其实死神牌从来不是字面上的死亡了，而是一种深层的结束了才能开始，结束了才能开始哈。所以你要准备的第二个阶段是放下旧有的以前的恋爱模式跟人际关系的一些回忆，不要被以前的经验所绑住。这可能是你一段曾经投入非常深却无疾而终的关系的影响啦，或是一段暧昧中让你太卑微的一个过去的状况，然后或是过去的一个恋情里面，你曾经过度的失去自我。那这些东西对于你觉得爱情应该长什么样子有一个顽固的思维，这些应该就是死神牌在说的，要把它放掉，要把它丢掉，才能进到新的位置。所以死神牌我觉得他在这里给的一个讯息是，如果你不愿意让过去死去，那未来就无法出生。我再念一次死神牌在这边给的讯息是，我这边写下的是，如果你不愿意让过去死去，你在未来就无法出生。他其实不是叫你忘记而是叫你放下。你也可以放着，记得我时常说，放下之前还有一个放着。它很像把你还想吃的食物放在冰箱一下，先放着。你现在吃太饱了不能吃，你就先放在冰箱一下，先放着。或是你今天已经吃太多甜的东西了，你还想再吃，但是你已经吃太多了，你就先去放在冰箱里放着。没有叫你丢掉，先放着，让它离你远一点。所以这边说死神牌告诉你说，没有叫你忘记，而是叫你放下。你要相信下一次的爱不会再重复以前那样的伤，要这样子一直重复几率很难啦。因为什么？你早就成长了，你早就学会在这一刻跨越了，你有新的自己，所以你会有新的应对。除非啦，你总是拿着旧的剧本演；除非啦，你总是反复的阅读上一篇，你当然永远都无法翻到下一篇啦。不要拘泥在之前的。所以这张死神牌在提示你这段恋情绝对会跟以往不同啦。他其实有在讲这个，他要你以崭新的心情去进入新的爱情，而不是把过去的一些恐惧啊、猜疑啊或伤痕投射在新的人身上，不要把旧的事情投射在新的人身上。所以你可以开始练习的事情还有就是可能不要反复阅读以前的讯息记录，然后停止在心里时常模拟说，如果我当初说了那一句话，我之前如果没说那一句话，不要一直反复想这些事情，那些都已经过去了然后时刻的告诉自己说，无论如何，下一刻我都是值得被爱的。无论如何，下一刻我都要选择我的内心心灵是非常健康的走下去。
有的时候我们在问自己，我们要去哪里？我们是谁？各方面，你可以换一个时间感。现在我们要去哪里？现在我是谁就好了，跟过去 say goodbye， 往下一个方向这样走去。死神牌在这边做了这一个非常强大的提示，所以这是一个灵魂的整理过程。你死神牌正在告诉你说，你现在是一个可以把你的心里弄干净，而去迎接下一个未来、下一个人的重要的时刻了。那么第3张牌，金币皇后，这里土元素基本上就是象征照顾自己，生活安定，然后心里踏实这样。那你原本以为爱情的准备是外貌的，是说话的技巧的，是个性的，各方面的，其实真正的是一种核心价值，是在说你是否已经稳定的爱着自己，这个还蛮重要的哦。这个不太容易学，但是我再讲一次，金币皇后这边在告诉你说，在爱情里面，你是否已经稳定的爱着自己，这才是你的核心价值。好，所以金币皇后是一个想要把自己活成一个能够让家园非常温暖的角色，他带了这个情绪给你，他教你照顾自己的情绪，尊重自己的欲望，然后不对生活妥协，不轻易讨好任何人。金币皇后的魅力是来自于一种，我是一个值得被好好对待的人，我是一个值得被好好对待的人。这个是金币皇后的核心信念，他这边提示你了。所以当你成为这样的人，他才会愿意靠近，他才会不自觉的被能量吸引，被吸引你，被你吸引到。因为这样的你不会给他压力，懂吗？因为你已经知道你如何值得被好好的对待，所以你不会给对方压力，因为很多的好你都一定会给你自己，而也不会用你自身去换取他的爱。你会让他觉得你不需要他去拯救你，但是他好想留在你身边，感受这份温柔跟温暖。所以土元素的核心讯息在说，爱的核心，爱的根本是需要稳稳的种在自己身上，才会长出新的爱的花朵啦。所以在这里，金币皇后教你要练习的事情是你可能要开始打造自己的生活的仪式感，可能有一些自律的内容，固定的时间阅读，固定的时间运动，固定的时间做什么，这是你的生活的仪式感，你可以慢慢打造。第二，你可以让你工作得到的金钱花在除了物质之外，更多的是心灵的真实提升。也就是说，譬如说念书啦、读书啦、学习啦、创作啊、旅行，这些花的钱是花在让你慢慢的建立更真实的内在心灵，而不是外在的那些衣装物件去加付给你的，不是，是内在更强壮的。然后再来，你也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了，很基本，让你的灵魂有很好的住的一个身体也可以。所以啦，金币皇后这边在告诉你说，你可以有一个核心概念是，让你自己成为其他人都想靠近的一个美妙的风景就可以了。再来第4张牌倒吊人，这里象征灵魂的安静，还有一种我们看待世界的视野的一个翻转。所以在这4张牌最后一个准备最深的一层，其实他希望你改变的是你对于等待爱情的一个想法跟看法。对于等待爱情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常常被忘记，可是在这边希望你改变等待爱情的一个看法。因为倒吊人牌在这所有的塔罗牌里面，它更像是一种有禅意的思维的牌啦，它从来不主动出击，但也不像表面上是受困的，而是一种在选择之前的一种静置跟静默。其实这里是要告诉你说，你不需要随时或是一直在追问他什么时候来，他为什么还不出现？他不出现是不是我不够好？他来的时候如果不够那么喜欢我，是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好？不要有这些焦虑。其实这些未知的焦虑都在浪费你的能量啊！你现在最该做的是，让你现在我们还是在等待爱情，但是要让这个等待爱情的感觉变得比较有诗意。不是痴痴的等待，而是充满信任的信任未来的等待。这个信任未来会让你觉得，我就活在当下，因为每一步都是走向未来。我信任未来可以给予我最好的那个人，而我在这个路径上面也在无时无刻的变好，当然会给我最好的人。这样想就好了，信任未来，活在当下，然后心里已经知道，我愿意留一个空间让爱情进来。我不急，但我也不空洞。我也不缺少，
我很丰盛，但我仍然留了一个丰盛的空间等他进来。所以倒吊人在这边提醒你他的靠近应该不会在我们的预期的方式里面出现了。他出现了，你可能也不认识他，因为如果你还在用旧的眼光、过去的眼光去看待新的爱情，你永远看不到。这就是倒吊人的视野的问题。我们已经倒吊了，就表示视野换了记得，你视野跟死神牌跟倒吊人已经换了，所以你现在可以开始练习的意思的内容了就是你可以试着去写下你，或是记下你期待的爱情的模样。但是你留了一个空间，允许宇宙给你没想到的惊喜，这样还不错吧？没有阻止你去想象你想要的爱情，但是也允许宇宙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是不是？这样子还蛮美好的。再来，你每天可以练习观察一件事情，那是什么事？那件事情可以让你感觉到我值得被爱。去观察有没有这样的事情，重复没关系，但每天找到一件事情再来，第三件事是停止再次把自己和别人的恋情或是过往的恋情做比较了，不需要，独立起来就好了。要像倒吊人一样，把自己的心保持悬空，不是空虚的，是悬空的，然后等待自由的宇宙的给予你的那一个爱情的种子落下就好了，它会自然的生根，让这种期待变得比较轻盈不急。总结这4张牌啦，其实你真正该准备的都不是外在，而是灵魂的容器。听出来了吗？灵魂的容器。所以这几张牌给了你一种卸下防备，放下过去，建立你的稳定的生活概念，然后保持开放跟安静的心灵。这4个其实没有顺序啦，你可以同步进行。只是他要你知道说，爱不是天外飞来的奇迹啦，它都是一种你自我成为了某种你想要的自己的时候，同时召唤爱情看到你，你会进入了那个爱情的视野里。当你活得更像自己，爱情就会认出你来，他就会认出你来，因为你就是那一个发光的人，他在远方却发现你是他黑暗里面指引他走来的那一份光了。所以我们问说还要等多久？其实我们应该再反过来问我们自己说，在我们慢慢接近爱情之前，我们有在慢慢靠近自己吗？那靠近自己的同时，你再多问一句，就是我有一步步的准备好了吗？这样想就好了。来，我们来到第2张牌第3题我们2个人之间的缘分是否已经开始悄悄的交织在一起了？逆位还蛮多的宝剑8、权杖骑士、权杖3，但是有金币8这张好牌是正位所以这几张牌翻开的时候，其实我有多翻一些其他的牌了，因为我想要诠释一下它的核心的根本。那我大概写下的诠释，我会这么说有一种缘分从来不是2个人见面的那一刻才发生的。这个概念我们时常讲为什么？因为灵魂常常在我们的身体之前就做召唤了那不是2个人那一刻见面才发生，而是在很久以前，在你还不知道他是谁的时候，你们已经在彼此的生活里面悄悄的怎样熟悉咯，擦肩而过。灵魂早已经擦亮彼此的什么频率，你们只是没有认出彼此来，但是频率跟灵魂已经发现了。那在等的是什么？就等时间啦，所以就等时间的成熟。所以这一题是否悄悄的交织起来？我们要问的是，你跟这个人之间的灵魂连结是否早就已经开始了？你们的能量是否已经有相关的交错了，牵引了？然后是否已经比你想象中的熟悉了？所以第1张牌权杖3的逆位，它原本权杖3代表了象征期待、视野跟方向感了，所以权杖3通常代表远方的愿景跟航行。所以当它逆位出现的时候，意味着你和它之间的能量牵引正怎样正在发生，只是没有具体的方向，没有否定发生，只是方向还没有确定。它比较像是说一艘船啦在汪洋之中航行，只是现在突然出了雾气，为了安全起见，只好先停下来，不用看清楚，只要等到具体的方向出现之后再往前走就好了。权杖3的逆位在讲这张，所以这张牌在告诉你说，没错，缘分交集都在交错中，
只是现在处在一种暧昧不明、隐藏的状态，再等一下就会出现了。所以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例如心里突然对周遭很多事情有很多心动的感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一直梦到类似的爱情故事，可是是模糊的身影，记不下他的脸，然后对未来的恋情要不要发生，突然感到很安心，都没有那个焦虑感，好像有某个人正在接近你，有一种能量靠近，其实这就是灵魂某种连结的讯息。我们时常说，灵魂在其他的象限里面已经有互相召唤了啦，在每次交错的时候，灵魂会认出来，而我们的肉体认不出来。所以，虽然它还没有真正站在你面前，但是其中的权杖3的火元素的震动已经启动，那个能量，那个往前去的动能已经出现了。你们彼此的心其实已经在差不多的地图了，上面正在靠近用一种神的视角来看的话，你们正在往彼此这边走近了，只是你们以为没方向。跟权杖3说有，只是没有具体告诉你们要东南西北往哪走。那你可以开始做的事情就是多花一些时间想象你未来爱情的样子，然后或者可以试着去描绘一下那个人在你脑海里面的气质啊，他身体的温度啊，可能他的味道，你期盼的香味都可以。把这些意念传出去，让它接近显化的模式，让它稳固你脑袋想要的那个样子。然后偷偷记得刚刚我们第2题的，也要放宽内心，让宇宙能够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这2招路线都有就不错了，就还不错。所以你可以偷偷，另外也要告诉宇宙说，我一直在准备好迎接他了，请快点让他认出我吧。那再来，你要把你的热情先投入在你自己的生活。为什么？因为它会让你的能量发光。也许他正在黑暗中，你这份发光会成为他的灯塔，把他引来了。那么第2张牌金币8。金币8本身象征努力啊、累积啊，还有一些灵魂的雕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比较好的牌，这里他怎么说？其实这张牌代表，这张牌代表的是一个实质生活上的准备。但是灵魂的部分有讲吗？有，他讲的是灵魂正在淬炼中而进入精炼中、精致化中。所以到这张牌出现在这个问题里面的时候，表示你们的缘分确实已经在编织密密麻麻的网络了。衣服的花纹什么这都有，而且它正在靠着你们各自的努力，慢慢的编织出来。这个我写下的时候，其实我在想的是说啦，你们只是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走着自己的故事线，你们还没有发现说你们的人生跟生活已经有非常多的交集，只是还没有确定。可能已经有开始认识相同的朋友，已经有差不多的生活习惯，已经有差不多的生活的时间表，什么时候去哪里，什么时候去哪里，只是你们一直没有遇见。其实我觉得你们一直在擦肩而过，只是没有认出对方。所以这其实金币8也在这里意味着说，他现在可能以身体来说，可能离你有一点远，所以你们常常在时间上面很难对齐，或是他心态上面也有可能在疗愈以前过往的旧爱情，所以他现在对于吸引力这件事情有点回避，或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内在其实在金币8里面已经有在准备任何时候有一段新的关系的发生。那么你这边呢，其实主要还是要再学会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完整更成为那一道光那么金币8本来就不是一个浪漫的牌嘛，它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它的内在是在告诉你说，灵魂的靠近从来不是靠的是浪漫，而是一场彼此愿意成为对方对的人的一个修行。因为金币8本来就是一个按部就班成长的嘛，所以他这边所说的彼此愿意成为对的人的一种修行的旅程，说的也是蛮务实的就是不要急，你只要专心在自己的成长就可以了。所以你们真正在接近了吗？是在接近了，只是这个靠近不是用跑的，而是慢慢的走来因为金币8这边也讲了某种步伐了，那这个步伐之下也带来某种非常安定的讯息。所以这段恋情虽然来得慢，但是扎根很深是稳固的，是温暖的，是可以依靠的。也许此刻你还在单身或是正在为未来的爱情准备一个家也 OK， 但是他那边的话，我觉得他其实心里也在为你清理出一个空间，好让你出现的时候立刻可以
进入两个人的生活。其实他心态上也是，毕竟是土能量在暗示这一件事哦。那么第3张牌权杖骑士的逆位，权杖骑士本来就有一些冲动前进跟激情啦，可是逆位的话变得有点收敛哈。所以权杖骑士讲的是这一题里面的一个节奏感，在问说他来了吗？要相遇了吗？他在哪里？可是逆位牌其实在告诉你一件事情，说，是有在接近中，但是还差一些。权杖骑士通常代表一个很强烈的动力跟靠近，但是逆位的时候表示这一个推进目前可能停滞下来，有设定好的方向，有设定好的路径，但是还没启动。我觉得权杖骑士这边的逆位暗示了某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就是他也许才刚从一个旧的感情里面走出来，他也许很努力的在调整他现在的状况，恢复到正常跟健康。那反过来也可能在暗示你现在的生活太忙碌，其实还没有像之前讲的真正的为爱情清理出一个对的空间。你是期待，可是两个人的生活对在一起，发现两个人相处时间根本就不够，给予爱情的空间其实根本就没有。有可能哦，这就是我说的，说爱情出现才发现自己没接住，或是接不住。所以前面的很多暗示清出空间都是很重要的。那逆位的时候，这边有在提示你说，虽然这个牌的能量不好，但是不用失望了，因为这张牌出现的时候，他想要说的是，不是不会来，只是不是现在，不是当下，要再等一下，你们的调整还没结束哦。那火元素的力量正在持续的积蓄，前面蛮多火能量的啦，所以有很多的能量正在等时机成熟了才要喷发。那么现在权杖骑士逆位的时候，他在提示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是，可能可以开始先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如果你感受不了你生活节奏没有一个规律的话，你可以开始调整出一个新的规律。或是这个时候可以先去照顾一下你自己的身心灵的部分，身体心灵都可以，让能量比较丰沛比较饱满，然后也不断的练习自己。如果爱情还没来，告诉自己爱情还没来，不是因为你不配，不是因为你不值得，都不是这个问题，它只是还没来而已。它只是还没来。记得刚刚前面很多牌的给的一个建言。那第4张牌宝剑8的逆位，这边宝剑8其实有代表某种信念的松动跟某种限制的解除啦。其实这张牌其实还蛮重要的，它是这整组牌里面的一个转捩点。宝剑8正位的时候是一种受困受限无法行动的象征，但是在逆位的时候，它代表说这些限制正在慢慢的解除。所以这里在说什么？你们的缘分的连结的一些阻碍，已经在慢慢的解开枷锁，准备迎向彼此。宝剑8这个时候偷偷说了破梗的一些事情了，所以他在告诉你说，也许你曾经有一个信念，就是我这辈子可能再也遇不到合适的人了。爱情太累了，我不想再相信了。我有好多问题应该没有人愿意再靠近我了。可是宝剑8逆位的时候，在告诉你说，这些信念正一点，松动一点了，没有你觉得的那样了，没有一定了。所以他希望你开始相信，也愿意相信说，当你现在开始敞开迈开那一步的时候，或是愿意期待的时候，风能量的变动的力量就来帮你挣脱这些旧往的失序的思维的一种恐惧里。慢慢的让你的流动自然起来了。所以其实宝剑8逆位在告诉你说，当你的心越来越自由，越来越不用一些条件式局限自己，越来越接近更多可能性，那么它的靠近就会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明显，你会看得越来越清楚，他也会看到你啦。那么总结一下这些其实在讲说啦，你们的缘分正在微光中慢慢的编织，有在编织。你们的连接开始了，然后其实现在两个人都正在努力的成为更好的人。虽然当下的靠近还没有发生，但是能量确实在累积。记得那一些影响你的旧的信念，觉得自己不够被爱，没有值得被爱的能量，这些都已经在松动了，已经在进入新的位置了。所以这些讯息想要对你说的是，你们的缘分在造句里面，他可能不是说未来可能怎样，接下来可能怎样，不是。
他现在在讲的是已经是现在进行式了，此刻正在发生靠近这一件事，两个人正在靠近中，只不过发生的是在灵魂比较深层的位置，还不在视觉能够所见的地方。也许你还没有见到他，但你每天的成长啊、疗愈呀、更加成熟的决定啊，都在将你一步一步带向他，他也是。也许你们彼此还不知道彼此是谁，但他在某些选择直觉放下的时候，其实在摆正的这个道路上，都是直挺挺的往你这边来，慢慢的转向跟你对齐。我比较觉得这一组的爱情比较像是两个人共同创造一个桥梁了，你一步他一步，慢慢的要渡过这个河，慢慢的就会在桥的正中央会见了。它也像两颗星星在整个宇宙浩瀚的星系里面不断的调整轨道，终究会在某一个浩瀚的天空里面交汇了。所以记得前面提示了非常多，不要急，因为你们其实正在接近，也不要慌，因为你们的连结从来没有断过。所以我们后来问自己说，我们真的会相遇吗？会啊，我们刚前面这么多就是会啊，可是很多都是我们内在的心灵的肯定跟相信未来这件事情要把它坚定下来。所以所有的牌都要告诉说，请继续往前走，不要回头。因为你往前走的那个方向，它也在那里慢慢的往你这边走来，好吗？那这个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好，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3张牌的第一题。第一题我们问到的是，当它出现的时候，你的人生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然后我们抽到了权杖2、权杖6是逆位，然后再来是宝剑5跟宝剑4者。这4张我看到的时候，我大概写下的一个重点是，让我想到了，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爱情的渴望，可能不是因为现在不好，而是因为灵魂已经知道，那个人的出现是会让我们的人生有另一种的深度和一个全新的方向。所以我们期待爱情的出现。所以到了这一题，我们要一起看看，当你未来的恋人真正出现的那个时候，虽然那个时候或是这个时候你们还不认识，可是宇宙应该已经为你准备好的这一个人，是势必要为你的人生带来一个很不错的改变了。所以我们4张牌来帮你看一下，到底打开了什么样子的门，什么样子的变化。那到了权杖逆位，权杖2逆位的时候，火元素嘛，象征规划、远方，还有灵魂行动的方向。因为是逆位，所以这个灵魂行动的方向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动摇。所以当权杖2逆位出现在这个的位置的时候，它的讯息是说，你的人生的方向啦，会在它出现的时候，会有一个意料之外的转折。或一个特别的转折，你原本以为自己想得很清楚要做什么，该往哪里去的那些事情，可能已经安排好了学业啊、工作啊、居所啊、搬家啊什么的，甚至下一个阶段的全新的人生计划，但它会像一股强烈的风暴，龙卷风，很有热情的风，把你从你原本的计划的蓝图的地图里面卷飞了起来。那飞起来的这个瞬间呢，并没有打乱，而是会让你重新思考，你现在正要走向的未来的那个方向，是不是需要从考虑到我这个个人而改变成我们。我不认为它是来打扰你、干扰你的人生的，而是它的出现是一个加分的贵人的增益的方向，而且还有一种把你心一些蒙蔽的盲点，重新让你看见另一条通道，让你发现说，原来你的人生是适合2个人共同行走的更好的康庄大道，不需要单独奋斗的一个比较辛苦的森林的小径或是城市里边缘的一个窄巷，不需要这些，2个人一起走会有更好的路径。所以它的出现会让你开始想，如果有他，我想不想要改变我的节奏呢？如果他在我身边，我能不能还拥有原本版本的自己，或是其实我能够创造全新不同版本的自己，这样。所以权杖2的逆位带来的一些改变，是一种重新定义目标的转动了。重新定义目标，
你会不再执着某一种定义上的成功，或是一种概念上已经现有的成功的模样。你会想象更多的未来的可能，然后会在遇见它之后，呈现一种学习的状态，而且开阔的心胸会打开，去接受那一种更高的变化性，对未来的人生具有更高的弹性。这是它出现的一种贵人的意义哦。所以它的出现会让你的人生重新发光了，这才是重点，不是因为你缺少了什么，而是你终于愿意不再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行走这一个未来的路，你终于愿意从以前的各种爱情的经验里面框限自己，或者设定自己不要再进入爱情的，不再相信爱情的这个自己会跳脱出一个新的路径。在它出现的时候，你终于会从我自己变成我们，然后开始考虑这种我们往未来前进的这个可能性哈。那么我们到了第2张牌宝剑五哈，宝剑五还不错啦。它如果这边我们要把它定义在思考这个方向的话，它象征的某种思考上面的冲突，还有价值观。价值观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洗牌，还有一些新的选项会跑出来哦。我认为宝剑五一开始本来就有关乎非常多的取舍哦。宝剑五时常提醒我们，当新的能量进入生活的时候，势必会触发某些什么不协调。新的能量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时候，势必会触发某些不协调。刚开始一定会有所以也可能会让你不得不做一些内在的决定，内在的心理的矛盾的东西，可能要做选择，要做一个新的决定了。所以这里宝剑五它的讯息是，当它出现的时候，你会开始面对一些自己内在的冲突、内在的不适应、内在的矛盾。刚说了所以会有什么？我已经习惯我自己了，但我现在又好渴望被爱，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我好像已经很独立了，但我又怕太靠近一份新的感情之后，仍然会受到伤害。再来，如果我真的迎接一段新的关系之后，我会不会失去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空间跟生活有所改变啦。我觉得这些内在的冲突真的都不是坏事啦，它是一种成长的提醒。我们要把每一张牌它带来的某一种强弱跟力道当成是基本上以塔罗的核心来说，基本上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加觉醒心灵，让我们更加往未来成长。基本上所有的塔罗牌我们都要把它定义成它是一种提醒，类似提醒的象征。所以在这里宝剑五的风能量会让你开始观察自己原本的那个防卫心，还有一些自我的怀疑，甚至对新的关系的恐惧。它这里是一个审视的一个状态了。它的靠近最大的重点是会让你更认识自己，也开始发现自己有一些新的选择出现了。那这个新的选择出现了，着重在于改变。我要不要为爱改变？我要不要为这个新的关系出现而对我的生活做出一些改变？所以宝剑我在这边告诉你，有很多人，有一些人，一些关系，一些信念，都会在这一个人出现之后，慢慢从你的生活之中怎样淡出。会有新的进来，会有旧的出去，不是因为他会要求你改变不是这样子他从来不会要求你改变然后而是你会开始知道，终于知道，原来你想要什么，你心底真正想要什么。所以这份爱情进来的时候其实它不是让你脑袋变模糊啦，你不是被强迫着要去做一些改变，反而是一种贵人式的进入的清醒，把你叫醒了。你在这份爱情进入的时候，并不是一种深层的迷恋，而是一种发现你有更多的选择，而觉得这些选择新的出来非常珍贵，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然后第3张牌宝剑侍者又是风能量这边是一个初期的牌啦是一个风能量最初期、最 pure、最好奇、最需要学习、最想要学习、最想要重新看待这个世界的一种灵魂的状态。所以这张牌
算是这里面一个比较清新温柔的牌。宝剑侍者是一个学习的角色，是在爱情里面会张开所有的感官，准备去体验，也愿意去尝试所有新的存在。所以当它出现的时候，你会变得非常的敏锐，内心直觉各方面但也会更愿意去感受别人的内在世界，会这样子可是一种理智的状态，是一种很有条列式的状态，是一种清晰的状态。所以你可能会有几个现象，就是你会发现它的出现之后，你更加的在乎有关心理学的东西啊，或是人际关系啊，或是感情的经营，你会开始去看一些影片或是其他的 YouTuber 在讲这些的比较智慧型的东西。那你也会开始去学习怎么去爱一个人，怎么去给予爱，而不是像以前就是怎么去吸引一个新的人方向会改变。再来，你会愿意在爱里面放下自己的骄傲，自己大部分比较自大的性格，你自己知道的那个位置然后会更加的学习什么？倾听、观察，还有好好的回应人那这张牌其实因为它是一个很出奇的牌，它其实也象征了某种你原本已经失去的对世界的、对人的信任，它重新再重生起来，再被唤醒。过去你可能因为一些伤痕一些受伤的经验，把心锁起来，但是它的靠近会让你开始学习打开这些门，是学习打开这些门而不是立即打开你会慢慢的愿意想要找方法去打开自己心里已经锁起来的那一些世界然后开始相信感情的世界应该有另外一种你没有遇见过的面貌，还有那一个可能。然后你要相信你会更加的轻盈，思考更加的轻盈，思维也更加的犀利跟聪明，而且也比以前更懂得保护自己。只是现在的心比较自由这个人出现之后心会比较自由，然后当然还是会有保护自己的心，但是不再像以前那样过度保护、过度设防你会成长出新的视野，你看待事物会因为它的出现有新的角度，然后不断的跟慢慢的看懂怎样的靠近，怎样的爱情的靠近才会比较值得才是适合你的方法。再来权杖6的逆位这里的权杖6本身象征的是一种胜利，内在的胜利，然后还有一种自我的认可，还有许多的赞美跟掌声所以权杖6通常代表他人的认可，还有一些事件的达成胜利，但是他在逆位的时候指向一种安安静静的成功现在你的成长不再需要别人的喝彩你也能够自己确定自己内在的价值跟人生的价值。权杖6的逆位是这个方向不需要外在的了，你自己就知道了所以它的出现会让你不再以一种我有没有爱情，别人有没有羡慕我的方式来评断自己的价值，不会再这样了，不再是别人的眼光了，反而是你在他眼中看到，原来我是值得被看见的，我的存在只要存在本身就够了。这是你跟他遇见的时候，他的眼神你们会看到的你应该再重新解析解释，就是说，也许他的眼中看到的你才知道我值得被看见。可是，在他还没看到你之前，你就值得被看见了，只是你不知道你的值得已经就在你身上。只是他看到了之后，你会从他的反应，从他对你的好，他的付出，你才发现说，我的值得超乎我以为的价值。那你慢慢的再回头去发现说，其实我有存在在这个世界，我存在在我的世界里，本身就很足够了，甚至不需要以有没有价值来去框限跟设定。你懂所以这段关系呢，它不需要对外去表演、去展现，也不需要期待外在觉得你值不值得被爱，或是拥有一份爱是一种胜利的感觉，不需要这些，而是你内在深层会有一种安心，就会觉得就算这个世界不看好，我也知道
我们的感情是真的，我也知道我们彼此的价值是真的。这种自信会慢慢的在这个人出现之后浮现出来。好，所以火元素在这边会变得比较内敛，你不需要那一种听得到的掌声，你只需要他在你身边，发现你们是彼此唯一的风景，在眼神里面有看到这个就可以了。这4张牌讲的是一种改变的力量啦。我觉得它的出现之后，你会慢慢的发现，你将不再是过去的你自己。所以这4张牌有风火的交错，2个都比较动态的一种元素，所以它带来的某种讯息是，风能量会让你醒过来，认识自己的需求，开始做出选择。然后火能量会让你怎样？勇敢起来，然后彼此照亮未来的路。所以你会在他的靠近一步一步靠近的时候，也一步一步的蜕变。你会更聪明的爱人，也会更清楚的爱自己。你不再追求什么的完美关系，而是建构一段真实的存在。所以你后来你会发现说，我不再只是活着，而是终于知道我为什么值得被爱，而我原来身上早就有可以被爱的元素，只是我一直忽视，我一直没有办法用我自己的眼睛去看到、去证实。没有关系，最后还是靠他的眼光，靠他人的，他还算他人的眼光来看到。可是终究你们会考虑到，从我变成我们的时候，所以他的眼睛也就是你的视野，所以是一体的，不用担心。那这里的一个小结论就是，其实他的到来啦，绝对是你生命的一个转往新的方向的一个新的灯塔。那个灯塔没出现前，你不知道其实这一片彼岸后面还有全新的汪洋、全新的蓝海可以探索。那这几张牌讲了一个重点，权杖2会让你发现，你可以开始重新检视自己的目标跟人生的蓝图。那宝剑5，它会让你更加的诚实面对内在的冲突与矛盾。那宝剑侍者在提示你，你将会成为一个准备好去爱跟学习如何付出的人。那权杖6讲的是，最后你会放下那些外在的虚荣，只拥抱自己内在对自己的肯定。所以它的靠近不是让你变得更完美，而是来让你发现，原来你可以这么真实，然后成为更真实的自己。这个更真实的自己的你，其实会比以前更加的发光啦。不是因为爱情，而是你在爱情里面终于感受到，有人为了你的光芒而走向你。所以在他到来的那一天，你的人生其实不算是变得比较容易。我觉得在这里我看到的是，它可能反而变成你会在某些小锻炼跟小成长之中变得真实。你会很乐于，没有那么容易，你会很乐于去追求变得更加真实，会乐于去学习更多你原本没有接触到的东西。所以你不再会为了爱去改变自己，这是一定的，不会了，你不会再为爱改变自己，但是会因为爱，让你更愿意、更完整的去学习成为真实的自己。这不是为了他改变，而是你发现你自己还有很多的空间，还有很多的惊喜，你没有挖掘啦。所以它不会是你的全部，但它会是你新的起点。然后你自己呢，不会再是一个孤单的，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旅人，而是宇宙其实我觉得这边看下来，我觉得你是为了他而准备好的一个新的光芒，一个新的指引的天空的指引新的方向。我觉得你们都彼此都是啦。好，所以我才说这里看起来不像是孤单的旅人，因为你们两个好像2颗星星互相指引自己往前走，你等他来，他也等你来，这样就2颗星星非常靠近，我才发现说，原来彼此已经准备好了要去成为更好的光芒。就是这边所说的。好，那我们就来看第2题。第2题大概抓一下空间啦，就它会在什么样子的场景跟什么样子的契机之中，你们会彼此认出来，不一定是你认出他。我觉得2个都互相互认，相认。那圣杯4跟宝剑骑士是逆位，然后有恋人牌跟宝剑国王的正位，还不错，风水能量的搭配啦。
所以在这个风水能量的搭配里面，我想了想写下的一个核心的概念里面，我大概会这样子诉说，就是爱情的开端绝对或重来，就不是已经写好的剧本和写好的背景音乐，你们照着那个方向走就对了，没有。通常我会告诉你们一些方向的象征，可是大部分都是一些灵魂的方向、心的方向、内心的方向，让你们更加的安心的往未来走去，有一个方向感所以这里的风水能量带来的时候，风会突然在你耳边吹过，然后你会感觉到有某种语言跟低语在诉说着什么。然后，或是在街上会有某种擦肩而过的人，跟你一些眼神的交汇，会让你心里有1秒的静止。我觉得这些都是因为你跟他的能量有差不多的靠近跟重叠的时候，那一个熟悉感会注入在别的场景跟人事物上面，它会从一些从未遇见的频率里面留下一些震荡。那个震荡的波长波幅还在你脑海里，所以你会感觉到有一些熟悉的感觉在你的生活里面开始出现，表示它靠近。如果你常听的话，听很多我会告诉你说，通常这种都是一种契机跟暗示，表示它靠近了。虽然你还不认识它还不知道它的名字，也绝对无法预测它从哪里出现了，但是谁会知道？就宇宙一定会知道的嘛。在这个身心灵的角度里面，你的灵魂跟宇宙的连接比较强，所以宇宙知道，灵魂就知道，灵魂知道就会感受到这些熟悉的讯息。所以在这一题里面，我们需要靠这4张牌读出什么？它可能会在什么样的场景，可能会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中，你们互相相认。我觉得这里在讲的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大事情、惊天动地的事情吸引到你啦，而是在你们靠近跟非常接近的那一刻，你的心绝对会告诉你自己，就是他就是那一个人，他就是那一个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牌恋人牌恋人牌本身虽然是很急速的风能量，它代表的某种触动、接近灵魂的共鸣都是快速的，还有一种很强烈有力道的命运的吸引。恋人牌在这边，可是其中我们要知道，恋人牌还代表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选择。它其实有代表选择的牌，只是它的牌面上并没有这么的彰显这一件事情。选择什么？有题目还有需要回答。有的时候恋人牌出现就在这里。所以当恋人牌这么大的牌出现在这个问题里面，它其实已经在悄悄的回答你，你会认出它，不是因为外在的长相，而是因为你们的灵魂会在那一刻太过接近，而用碰撞的方式触动了。所以恋人牌在讲说，你们两个非常靠近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强而有力、有力道的瞬间，会确认这个人出现。它不是理智的，它是你心底会有一种我知道是这个人，我知道了的声音会非常明确。所以恋人牌透露了的场景，不会是日常生活里面很繁忙的时刻了，反而是某种急速跟时间有关的交汇时刻。这个大概类似说一个你差不多就是有一场你去不了的聚会，本来就去不了的聚会，可是你在开始之前临时改变心意去，然后出现，就会有一个奇妙的交汇。还有可能马路上有些路你平常不走，可是你这一次走了。去某些地方，本来你不常去用这个时间去，比如说去运动，去哪里？今天你突然换了时间，还有可能有一些强迫性的，打扰你的一些选择，朋友的邀约，或是临时改变时间，希望你换时间这些，然后你多出了一些空闲时间，然后去哪里闲逛的时候，它就出现它会有这种风能量出现的一种额外的稀罕的碰撞时刻。所以这张牌在讲说，两个灵魂在非常靠近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共振。它不是一种惊喜啦，它也不是一种浪漫的像电影的时刻啦，只是什么？只是刚好你的灵魂在某一些规矩、规则形成、安排好的事情里面，突然有一种能量的松动时刻，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些，多出来的空间，多出来的弹性，在这些最松动的时刻，反而你能够呈现最真实的自己，就不小心被看到了。因为这个时刻，你发现你突然
不用假装，不用顺着其他的约定或什么的时候，你心里突然放松松弛的时候，也伴随着你的一个不再伪装，回到真实自己的一个样子的时候，这份安心感产生了某种能量的连接。恋人牌在讲的就是这个瞬间，你们的灵魂好像能够认出对方，而且能认出的长相的百分比提高很多。所以恋人牌在这里也在说了，你会有一种选择权。那这个选择的代表是说，不是命运会偷偷的或是硬塞一个人给你，而是你的选择权在于你会有一个直觉，发现你有新的选择，而这个新的选择会把你带去走向靠近它。他这里在讲的选择是这个，你不再按照原本的事项约定，而有新的选择的时候，而改变了路径，结果就这样恰巧的走向它。他这里恋人牌走的一个其他的小的奇异点的选择在这里。那么第二张牌宝剑国王，宝剑国王本来就象征一些智慧冷静还有一些观察中，然后选择观察后跟人的保持距离，然后在这份距离里面选择你与人的相处、与世界相处的时候一种自我的温度、舒适的温度。那我觉得这张牌在我们所在探索的场景里面添加了一种新的奇妙的想象中的色彩。也就是说，这个人应该会在你最理性、情绪最复杂的时刻靠近。就是你可能现在在讲心境上，你心境上可能会有一些课业事业、工作上的压力，或者家庭里面的一些改变，家里也发生一些事情，或是跟朋友之间有一些误解，有一些心结还没有解开的时候，然后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很需要靠自己一个人冷静面对这些世界的难题的时间点的时候，它会在这段时间出现。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一个救世主的方向出现了，它反而是一种能够帮助你更加的稳定而更加的敏锐的去思考这些的一个资源者，甚至他会再用这个方法更稳定、更敏锐的角度去观察你，而给予你一些很棒的建言跟帮助。他的出现应该会从这个角度出现，所以他可能是一个陌生人然后在一开始初期的谈话里面，你就会发现你被深度的理解。然后他也有可能是你在跟其他人对话的时候，他会在这个对话里面或这个讨论的时候，他注意到你的发言，比如说在学校、在会议这些的啦。那我觉得他不是一个会用甜言蜜语聊天的人、讲话的人。但是你跟他一互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眼神，他使用的句子，会让你感觉到瞬间的内心感觉到无比的平静，会这样子。因为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宝剑国王的能量所以宝剑国王意味着你们初期可能会在一个比较知性的场域里面遇见。所以他可能会在一个你去参加的一个研讨会、课堂或是视听的教室也可能是一个你好奇的演讲或没去过的演讲，或是你突然想要自己一个独自的空间，咖啡厅的角落，或是去图书馆看书、翻书，或是去书店很少人去的书店那甚至也有可能跟网络有关你会去参与一些网络的讨论比较小众的、比较难的、比较知性的然后你们的对话或留言各方面会互相感受到彼此的思考，还有观点，甚至在这些场合里面，甚至有可能会因为彼此的声音而吸引到目光。只不过宝剑国王在这边要强调的是，他是冷静的，但是不冷漠，他其实内心是澎湃的，可是他所表达出来的是比较理智冷静的。那你会在他的逻辑里面发现一种非常沉静的保护感，保护自己也有能力保护外在。那你会在他所保持的距离之中，发现你们之间有一丝的很特别的亲密的什么可能性
哦，那其实也算是某种暧昧啦，可是带来了某种很强而有力的吸引力。在第3张牌哈，圣杯4的逆位。水能量在这边通常就是情感啦，然后毕竟是圣杯4嘛，从自我疗愈之中，那是宝剑圣杯是灵魂的苏醒差点想错，然后会让你从疲惫的感受里面，重新睁开双眼，因为圣杯4本身有一些拒绝啦，拒绝往外推，可是因为它逆位了它的苏醒状态就出现了。它会让整个状况从感情的冷冻状况进入到一个苏醒的瞬间，所以这代表你会在一个感情的非常的低潮和情绪的封闭里面，对爱情不抱期待的时期的时候，发现它。那你甚至可能会想，我已经不想谈恋爱了，我不相信爱了，然后我累了，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它会出现在你的视野里。其实这不是一种反讽的能量，而是宇宙本来在能量的起起伏伏的设定里面，本来就会在当你终于想要放下控制与对未来的期待的时候，你真正的回到自己的时候，宇宙才会把适应你、适合你、能够跟你对齐的能量的它送来你附近，送来你身边。为什么？我们看了这么久我们都一直在说，这个人会出现的时机，通常你已经进入到对的你的状态了，不然配对不会成功啦，不然对方那边能量不会看到真正的你。所以我们这边时常讲，有一些执念、执着、自我的控制、自我的差异都离开了之后，这个人差不多就会出现了。或是当你内心有一些决心，想要抛下这些，想要成长，从低谷往上爬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出现伸出那只手，通常都是这样子。它并不是说你人生处在低谷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而是说在低谷的时候，你怎么去思考，你要怎么站起来，或是你怎么放下决心去面对这些低谷，我乐于接受。它主要是回到真实的状态的时候，宇宙就会把那一个真实的能量靠近你，你所需要的真实能量靠近了。所以这张牌圣杯4的逆位在讲说，你可能一个人静静的坐着，在做自己的小事情，锁在自己的世界的时候，它会出现；也有可能是你一个人独自放松的一个短的旅行，让你的身心非常沉淀的一个时刻的时候，它会出现。它也可能是一个你随机参加的一些社交的场合。没有任何期待，只是去看看而已。就突然间，你的内在身心灵就因为某些新的洞见而醒了过来，而他刚好也看到你。所以这边在讲的是说，你内在有一些封锁的门刚好开了一点点的时候，它就偷偷的溜进来了。所以水元素的其中的柔软了，我觉得它会让你重新感受到一些情感的流动。也许是你跟他的互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他会过来好奇或是关心你一下，说你看起来好累哦，你需不需要什么？也许一开始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哦。我觉得这个开场它不是一见钟情啊，不是一见钟情，而是灵魂突然好像确认了什么，醒了你会忽然意识到，爱情出现在这么短的瞬间，好像我又可以开始相信有什么关于爱情的美好的事物要发生了。那份相信会在这里，会在圣杯4的位置，突然被唤醒了什么？因为逆位的关系嘛，苏醒的状态就来了。再来第4张牌宝剑骑士的逆位，这里象征了某种急促，象征了某种语言，还有一种直率，可是带点撞击感。然后逆位反而带来了这个急速的减速，还有一种本来是往前方，可是却反方向的往我们自己内在去思考。所以宝剑骑士的逆位在这边告诉你说，他其实绝对不会用轰轰烈烈的方式靠近你啦。其实前面我们都告诉你，他是平静理智平静理智的这一种会有一种错的。他不是一种会直奔你过来这里的，或是大肆宣扬的告诉你说，我需要追求你，我很喜欢你。他不是这样，
而是它会反而宝剑骑士快速的步伐变成一种比较稳健的、让人安心的步伐靠近你。它出现的时候，你会认出它。宝剑骑士这边又确认了一次，它出现的时候，你会认出它，是因为他不是那种会急躁的把话题打开的人，反而是慢慢的、愿意的、轻巧的、简单的、一步一步的跟你说话的人。你们的第一次互动会不知不觉的就聊了很久，然后不需要刻意的去开话题，刻意的去搞笑，反而是安安静静的闲聊一些生活日常的东西，不疾不徐的聊到了非常重要的话题，甚至会改变路径，会在这边聊完讲说要不要一起去看看什么，要不要换个地方去坐坐，会有这样子的方向。那因为这张宝剑骑士的风能量因为它逆位了，所以它的风所带来的强风的那个压力就减弱了，反而进入了一种夏日的微风，轻巧的把你们两个关系里面的那种紧绷的情绪也吹散了。它会让你察觉到，他就是用这种刚刚好的方式进入到你的生活，刚刚好的方式跟你产生了不错的对话，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的出现是一种非常温柔的表达，好像就说我来了，我在这里了，好，等你准备好，我们一起往下面走去，往未来走去。他是这样子的方式。所以这里综合解读，你会在哪里认出他啦？我觉得这4张牌集合起来，比较像是说，会共同写下一个新的场景的轮廓。你会在某一个自己内在生活的一个转弯的，或是一个路口，面对路口的时刻，然后或是一种你对于爱情情感的期盼值归零的阶段的时候，内在反而有一种全新的苏醒。这个全新的苏醒的时候，会让你瞬间认出它，所以它可能会出现在没有期待的活动里啊，或是一些知性的、有交流的一个场合，去听别人演讲，或是一个会议这样，或是你自己一个人独自去修复、成长自己的小小的旅程、小小的时间里，也或者你突然内在有一种新的苏醒或觉醒都 OK。但这个句子是说，你终于决定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你非常明确感觉到这个时候你的心灵有一种新的改变。那它这个时候你原本锁进内在锁的门就打开了，而宇宙会把它的能量悄悄的进入到你的生活里，所以它不会是非常耀眼的、非常明显的走入你的生活里，而是它会刚刚好的、偷偷的就走到你面前了。而它一走到你面前的时候，这里说了非常多次了，你会认出它。绝对不是因为它的外在条件多吸引人、多完美，而是开始了一场互动的时候，它会立刻让你觉得很安心。所以你不需要表现什么，不用特别说很多话，甚至你可以用很慵懒的自己，小小的防备自己，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跟他互动，因为他会用他的方式让你觉得安心，然后你也愿意让他再更靠近一点，让你们灵魂内在的交流对话能够更亲近一点，很自然的。所以你会知道，那个瞬间你会知道是他，然后你也会知道，并不是宇宙强迫你去接受这个他们硬塞给你的人，而是这个时候你突然会懂得，我的等待是值得的。原来终将给予你的是一个这么契合的人。所以在第2题的时候，这里做了一个小结论，就是他的出现其实是你准备好的答案的一个对应，因为你准备好了，你知道你期待什么，你需要什么，那个时候你内在的心是非常清明的，而他的出现，你会认出他是因为对于你内在的答案是一个对照。所以在你认出他的那一瞬间，我觉得不会突然有一个闪光啦，内在不会有一个直觉亮起啦，让你发现说是他，反而是你内在有一个平静的声音告诉你说，这个人应该就是这个人了，因为我慢慢的想要知道是不是这个人。他是一个渐进的确定，其实起点是我确定是这个人，只是你想要慢慢的确定，那其实就是一种早就知道了啦。你早就知道是他，只是你的理智会希望你慢慢的确定这样。那你也会发现说，这个人好像不是我期待的样子，不是我梦里会梦见的样子，可是我的心跟我内在好像已经直接为他预留了一个空位。所以你会认出他，其实也不是因为你准备好要爱人或给予别人爱人，
而是在这个瞬间里，你开始真正的明白你如何爱自己，什么是真实的自己的时候，那你内在的给予跟空间各方面就呈现出一种准备好的状态。所以它的出现其实是你爱自己的瞬间，宇宙给予你的礼物，也像是你给予你自己的礼物了。而宇宙看起来好像是安排给你，其实宇宙安排的是他在等待你开始真正爱自己的时候，就把这份礼物交到你面前了。其实是你自己的创造。好，那接下来看的是第3题哈。第3题，这边我帮你们做的是说，要怎么在茫茫人海之中找到彼此了哦。然后权杖5逆位，宝剑7逆位哦，然后权杖3，金币6。我个人是觉得这组牌有点难处理哦，因为3个元素混在一起，然后有一些本身应该是会造成一些纷争跟变数的牌，却走到了顺的逆位哈。因为它本来是比较观点上面是比较负的，可是它逆了转正，所以这里我看了一下，我大概写了一下核心的，我这么说好了啦，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整个庞大浩瀚的宇宙里面都像是都像是尘埃，那么样的小可是，虽然我们的能量这么小，却总是怀抱着一个极大的愿望，而且我们对这些愿望是非常真诚的、真心的。我们许愿都是真心的，所以在我们心底，希望有一个人能在大海之中、宇宙之中找到我。不是找对象，不是配对，而是找到我这个灵魂的本身。所以，那个能找到我们的那个对的人，他在哪里？在这个宇宙里面，我们又如何协助对方去找到彼此呢？这是我今天看到这4张牌的时候，觉得这一个最大的疑问的核心点应该是在这里了。所以这一题我觉得是一个很深刻的召唤的4张牌的解释。它不是一个对未来恋情的一种幻想，而是能够感受到命运在很深的地方牵引，并且让我们去探索它在哪里。当然，现在我们当然不认识彼此啦，甚至什么模样啊，住在哪里啊，经历什么这些，我们其实不太看得到。但是在这些看不到的地方如果以月老的观点的话，确实会有一个隐形的红线正在慢慢牵引着，但是我们要把它转换成是我们的灵魂的召唤已经预示到了彼此可能在以前不同的象限里面灵魂有遇见，所以这个熟悉感被灵魂又再次看到了，所以这一条能量的线是在牵引着。那我们来从这4张牌来看一下这整个蓝图是什么啦宝剑7的逆位，它的本质是在揭开伪装，让真正的自己要发出一个对的讯息，让对方接受到那原本风的能量代表很多的思维讯息，还有策略和排列按部就班。那这张牌在情感里面也代表，应该是说在风能量里面，宝剑7里面的一个情感表达，有代表了一些诚实，代表了一些揭露，有代表了一些不再隐藏。你可以隐藏，但你选择不再隐藏。但是它在逆位的时候，显示出某种从内在挣脱伪装的一个过程，想要跳脱出来，想要把自己虚假的那一面拿掉。所以对这一段恋情而言宇宙协助你们的第一步是让你们都退下那一个保护色啦。其实那个伪装就是一个保护色，我们要先拿掉自己的保护色。所以我大概觉得你也曾经怕受伤，怕表错情，怕主动去靠近任何你喜欢的，然后被其他人误解，所以你总是压抑对于爱情的靠近已经呈现一种压抑回避，然后也有安静跟隐藏。所以他也可能经历类似的事情，然后产生一些情感上面的防卫的机制啦，导致你们两个虽然很靠近的时候，也听不到彼此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召唤。所以这张牌出现的时候，宇宙会用一些方式让你们凑在一起，集合在一起。也许是一个陌生人的遇见，可是其中有产生一些小小的误会，不打不相识，
或是初期才刚成为朋友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些真话、真心话讲出来的瞬间的时候打动了对方，或是让对方产生了很强的印象深刻哈，或是在某一个低谷的时候，情感失控的表达出来的时候，让对方想拥抱你。但是这些都表达了你们真实、真诚的自己，在不小心的时空里面展露了出来。所以他才会说有一个突如其来的状况让你们展现出来。所以他还在讲一个核心：你们要意识到辨识出彼此的存在，灵魂的召唤，要辨识出这个肉体的真实的拥有者的时候，基准点都在你们最真诚的自己被表达出来了。前面都已经讲过了，前面好几个题目都已经有讲过，这边再次用另外一个角度证实。那当你们感受到这份爱情靠近的时候，就会选择不再假装自己啦。怎么不假装？怎么样假装？就是假装自己不在乎爱情，假装自己喜欢单身，假装自己喜欢独处，其实没有。然后这份爱情靠近的时候，也开始不再害怕展现自己真实的什么脆弱跟渴望。你渴望什么就讲出来，自己的脆弱也展现出来，因为这样子的你会自然的应用了你的真实而发光。那宇宙的能量就发现你自然发光，自体发光，成为发光体之后，它就会让这份爱情轻巧的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所以啊，诚实的展现真实的自己，就是最强大的召唤爱情的魔法啦。那权杖3讲的是灵魂讯息传递出去了啦。权杖3代表了某种愿望、行动、远景，应该是说它原本的火能量的内在代表了这3个东西。但权杖3是一张等待回应的牌，也是一张发出讯息的牌，就是一种对应互动了。你站在某一个山头，望着远方的地平线，期待着有一艘船，或是一个命运的靠近，然后看到的船，你都会希望它朝着你过来，而它确实是朝着你过来，这就像是爱情的慢慢的接近。所以权杖3这张在这里出现的时候，说明了宇宙正在将你内心的愿望转换、转译、翻译成一种对方可以接收到的讯息。也许他这边有一个暗示你的讯息传出去了。譬如说，也许你最近一直梦到类似的梦，然后类似的感觉，然后类似的爱情的感觉，只是对象模糊不清。然后也许你最近对一些音乐，会对一句话，会对一个鸡汤，一直深深的烙印在脑海里，一直无法褪去，跟爱情有关的。然后也许你最近心里突然开始相信，或是感觉到不断的跟朋友诉说，或是心里确定说有一个对的人正在向你走来，你知道有这个感觉。其实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啦，而是你内在的灵魂透过火元素的频率主动的向宇宙发出了一些能量的波动啦。所以我们在这边问说，宇宙为什么帮你们找到彼此？其实它会透过各自的人生的探索、跟未来的期望，还有理想的追求，都是什么？都是对未来性的渴望跟相信，愿意去相信未来会发生的这个概念，让你们逐步的往彼此对齐，往彼此的方向前进，往交汇点的方向前进。相信也很重要哈。那你们之间不会只有吸引啦，而是一种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一个交汇点会遇到这一个人的一种频率的同频对齐了。所以坚持这边在讲哈，除了展现真实的自己之外，相信未来的这个意识坚定下来也很重要。所以权杖3讲的是说，不要以为等待一件事情的发生是被动的，其实你内心的那个火焰正在燃烧着，让远方的爱的能量知道他们要前进的方向是你，所以这份等待才说不是被动的，因为你要不断的展现真实的自己，让你的光芒散出去，别人就会发现你是他们的灯塔，而往你这里走来了。好，再来第3张牌金币6金币6讲的是某种我们要给予和接收的这2兆之间的一个平衡的发生啦。那土能量本来就有一些现实物质稳定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当金币6出现在这一个命题的时候，我觉得宇宙会将你们放在一个互补的位置上，让你们彼此在生活里面展开一种比较稳定的互动的结构啦，在初期遇到的时候啦。所以如果我们要去寻找你们可能会遇见的领域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是你们2个都在探索某种知识的领域出现。譬如说，你喜欢艺术，
可能会在艺术的展览或场合的时候遇见。所以你可能喜欢书展，会在书展的博览会的时候去。那有可能你喜欢植物种植，所以会在一些植物的一些活动场合，那个花市之类的，你去寻求一些种植物的一些知识的时候，刚好给你遇见。那另外一个是对于内在心灵疗愈的环境的时候，你的身心灵放得比较松、比较开放，愿意让更多的温柔进来的那个场域的时候，也可能会遇到。所以可能去休息、按摩啊、运动啊，这些，然后或是参加身心灵的课程啊，这些的，或是去学一些心理辅导的课啊，这些的东西的时候，温暖的能量进来的时候，可能会在那里遇到它。那另外一个有可能是在学习人际关系的场合，学习互相尊重、互相依赖，学习如何进入到群体，不再害怕群体的这种关系的时候，也可能会在这个交集里面会遇到。所以金币六在讲的是说，宇宙不只是要让你们互相被看见，而是要让你们在实际的建立、给予、接收的这样子的情境的时候，情感能量，才会对外去建筑与他人沟通的桥梁，而被看见彼此。因为这是金币六的能量，金币六暗示的，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就是给予跟接受，给予跟接受，所以它必须要在这样子的环境下，让你们两个遇见了。那金币六的土元素，它代表了很多的实际的行动啦，所以你们的相遇，除了灵魂的共鸣共振很强之外，它还有真实的互动机会，所以一开始就会有互动机会。所以去参加社团啊，去参加活动啊，去参加一些跟其他人互动的一个环境课程，什么都可以，或是去当义工，去一起服务别人，给予他人，帮助他人，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也会遇到。记得这个是金币六。给予和接收的平衡很重要，所以这两种给予的动作跟接收的动作，你都去接触的时候，它就会很容易在这里跟你产生一些连接，而且你们就很靠近的。有可能你们本来就很靠近，可是连接还没有出来，所以要靠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再来第4张牌权杖五的一个逆位，可能是因为是逆位的关系，所以某种误解跟纷争就被穿越了，就被改变了那在权杖五里面，所代表的火能量里面，确实是很多的竞争感跟冲突感，但是它也代表了一种充足的活力因为是多人的活力，所以这张牌在正位的时候，都是一些比较差的状况啦，比较负面的，比如说争夺、误会，还有什么人跟人之间的摩擦但是在逆位的时候，我们会穿越这些混乱，进而进入到什么程度？误会之后的理解，摩擦之后的理解。互相争斗之后的理解，是理解之后的理解。逆位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的是理解。所以在这段爱情的诞生的时候，可能他一开始会有一些不确定啦，可能会有一些误判、错认这个人，误以为自己讨厌这个人，不打不相识，两个人都对彼此的第一印象误判了，有可能，所以。权杖五代表的是说，但是在多次相处之后，经过理解之后，才发现我们一开始的第一印象是想错了，他会重新 reset 啦。但你们内心应该会因为交换一些过往的经历，然后过往的经历的混乱跟痛楚，然后慢慢的发现说，彼此在彼此的眼里不是只有表象的那样，然后你们内心会在平静下来的时候开始展开很多的对话，然后你们会发现彼此的心其实是相似的。那个外在跟第一印象都全部都是一些虚幻的，是错误的所以权杖五逆位的火能量，我觉得它着重的是在很多东西木材烧完之后的那一种灰烬跟余温里面，在这里之后，你们才会感受到真正的靠近，因为你们要的温柔会在后面所以有可能它出现的时候，跟你会有一些想法下面的不同争执，甚至你可能会误以为你讨厌这个人。可是，在多次的聊天之后，才发现说其实你们是一样的人，是很接近的。因为宇宙啦，从来不会给你一个照着走的剧本啦。但是这个剧本你读完，如果你有读完了，他会发现说，它其实是一个方向感，它不是那一个细节要你去遵守。那所以这一题在权杖五会说，可能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会有一种走错路的感觉，表错情的感觉。只是宇宙比你们更认知到，灵魂比你们更认知到，无论这些表错情跟方向走错，但最后都会走到共频同频的路径上，所以不担心。那么
这4张牌的综合解释，我想一下重新看一下。我觉得一张一张讲的话啦，宝剑七所带给你的是说，你会慢慢的发现，对于自己的坦诚，对自己的诚实，相信自己，然后也不再伪装成更美化的自己。然后你会比较倾听到自己灵魂的很棒的声音，然后那个时候你真正的魅力跟能量就会散发出来，那个光就会变得更亮。能够指导更多的人，吸引更多的人靠近。那权杖3代表你们之间的一些灵魂上的讯号已经发送了啦，有对频了，已经被拉扯了，正在慢慢靠近，听见了。那金币6在讲的是生活里你们要去寻找那个施与受的一个状态，给予他人、接受他人的一个状态里面，那一个是你们2个共频最强的位置刚前面有讲了，有很多的地方。因为什么？因为未来你们2个相处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需要获得对方知道怎么给予，相反的，他很低潮需要获得的时候，你也知道怎么给予。所以你们2个本来就在这一个同等的频率上面会遇见，因为你们是高度互补的一对啦。再来权杖5在讲的时候是说，即使一开始2个人有误会有误解，但是很快的就会理解对方的本质。因为命运有的时候安排的故事是有层次的，它有可能就像小说一样，有一种看起来是不打不相识的开头，可是后面却是浪漫的情节。所以宇宙在这里帮助你们找到彼此的方式，不是让你们突然爱上一个人啦，而是先告诉你们说，你们在遇到之前，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对自己高度的诚实，对自己的行动有高度的自信。所以你们在遇到的时候，被理解已经没那么重要了，而是理解对方反而更重要。而且你们理解对方的那个时刻，2个人都拿出最真实的彼此，所以很快的就会进入到高度的熟悉，跟进入到内在的谈话、灵魂的谈话的阶段。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你们不做作不遇到的时候会把很多伪装的东西都拿掉。那可能在日常的一个小生活，你们会遇见，然后不起眼的遇见，不起眼的帮忙，可是就展开了对话。其实你们在眼神交换的那一刻就知道是对方了啦。不难，这一组不难，因为你们终究灵魂是有互相召唤的。那第3题的小小的结语的话，我会觉得说，我觉得你们这份关系不太是巧合的遇见，更像是终于找到彼此。这段爱情，我觉得它不会来得太早，但是也不会迟到。它就会在你们真诚的面对自己，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渴望，真诚的愿意给予这世界一些美好，然后就会慢慢穿越了你们现在脑海中的混乱，或是你已经穿越了正在平静中。因为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是为了你们相遇之前必然要经过的旅程。他一出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是他。那不是因为他多耀眼或者他多特别，而是他一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需要美化自己、假扮自己，你可以直接做自己。你会知道你就是要做自己，而且只有做自己才能够互相吸引，才能够互相对话。你会慢慢发现是这个逻辑。那在他的眼里，他会觉得在你身边就不需要去争吵了，不需要去争输赢了，只需要慢慢的靠近彼此的心灵就可以了。所以这一题宇宙如何让你们发现彼此，我觉得就是这些是让你们找到彼此的方法了。真诚的自己拿出真诚的自己，就是最好的光芒。好，那这就是第3号牌。那都讲完了，希望可以给你得到一些方向跟启发启示，能够帮助到你。那谢谢你来听到，祝福你们。